在道上混过的都知道，出来混根本就不用还。我前脚踹飞黑帮老大，后脚收编上千小弟，全省各大黑帮势力前来投靠我，要我带他们做大做强。但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是警方安排的超级卧底。就在我马上要成为地下皇帝的时候，上级却告诉我还有大鱼没抓到，迟迟不肯收我。不是吧，大哥？你要再踏马不收我，老子可就真成黑老大了。马小六高中时期成绩优秀，原本可以上清北，但是高三喜欢上音乐老师，成绩直线下滑。高三打架56场，全胜曾经1人1棍，硬生生冲出100个混混的包围圈。现在查实，是你那个当校长的父亲把你这些劣迹隐瞒了下来。按照警校规定，档案造假必须开除。我已经猜到接下来谈话的内容，便顺水推舟的给了韩立明一个台阶下。领导，恳请您给我个机会，让我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机会嘛，也不是没有。南江市强盛公司是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伙，老大桑大成身背数十条命案，甚至还与境外势力勾结。而我们曾2次派卧底进去，都牺牲了，所以这次决定从新血井里选一个熟悉南疆情况的生面孔打进去。这选来选去，只有你劣迹斑斑符合条件。感谢政府给我机会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除恶务尽。这么危险的任务，原以为这小子死活不会答应，却没想到这么爽快。马小六，你听清楚了没？前面已经牺牲2名卧底，任务极其艰巨危险，难道你不害怕吗？难道我该害怕吗？如果我们这些穿警服的都害怕了，那老百姓怎么办？好家伙，这逼格立的竟让人无言以对。前世我可是战场上的杀人机器，眼前这个任务简直就是低端局。韩处，南疆那些小垃圾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咱们之前的卧底放不开手脚，所以我去的话尺度会比较大。你别他妈到时候把我当犯罪分子干掉了。行了行了，尺度可以放开一点，拘留所有个叫老黑的混子，他是强盛公司老总桑大成的手下，我找个理由把你跟老黑关在一起，你借机获取他的信任，然后跟着他打入南疆。好的，就这么办。我嘿嘿一笑，接着看向边上风润迷人的班主任温如玉。温如玉，我爱你。被突然表白，温如玉稚嫩的脸颊顿时有点红润。才报道10天就想勾搭班主任，你还能不能要点脸？趁温如玉还处于蒙圈状态，我一个快步上前，直接抱住她。混账东西，放开他！韩立明大吼着拽开了我。高中喜欢女老师，大学调戏女班主任，劣迹连贯，逻辑通顺，现在可以开除我了。来人，学警马小六公然耍流氓，即刻开除，依法行政拘留。很快我就来到老黑所在的号子里。喂，新来的叫什么名字？马小六。因为什么是进来的？调戏良家妇女。年纪轻轻不学好的，知道这里的规矩吗？知道，我就是规矩。你他妈说什么？年轻人想死都这么迫切了吗？小的们，给老子动他！话音落下，马小六一个香港脚踹飞一个小弟，全部一起上！都还没热身。我日，出道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战斗力这么爆棚的小崽子。你们都别惹我，我只想静静。接下来几天，号子里没有一个人敢招惹我。7天过后，老黑和我同时释放出所。老弟，我看你这几天经常叹气，遇到什么烦心事了？跟哥说说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或许我能帮你一把也说不定呀。我假装唉声叹气，骗取老黑的信任。回不了家了，考上警校第10天就被开除了，哪他妈还有脸回家？我特么还以为多大屌丝呢，警校有个毛用，一个月几百块玩什么命啊！老弟，不打不相识，你跟我去南疆浪几天，我保证爽死你！我做样子犹豫不决。这个嘛，让我想想。兄弟，别犹豫了，走，哥让你知道什么叫成年人的精彩生活。我很不情愿地回应了老黑。那好吧，试试看。2个小时后，老黑带着我来到幸福浴场。这个浴场是强盛公司的产业，老黑负责管理这个浴场。兄弟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最近从别的浴场挖过来的头牌，我都还没试过呢，你先上。老黑虽然不相信一个入学10天的学警会被派出来当卧底，但对方毕竟是生人，试探一下很有必要，就看我敢不敢下手。谢了黑哥。就在此时，突然一阵吵闹声传来，10几个混混冲了进来，都特么别动，否则我砍死你们！刀疤，你特么想干嘛？妈的，敢挖我水中花的头牌，我特么以为你能躲在拘留所一辈子呢？操你妈的，刀疤，有种放开我单挑啊！单挑你妈，出来混是要讲背景的。城南刀疤哥是吧？你是哪个掉毛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给我滚远点！我叫马小六，脾气比较暴躁，为了避免你们来回被我打死，我强烈建议你们跪下磕头道歉。卧槽，这小逼崽子是谁呀？他是新人不懂事，刀疤你特么有事冲我来！你们城北这帮傻逼是越来越没用了，连高中生都往厂子里收啊！小逼崽子，你还是第一个敢在我城南刀疤面前自称脾气暴躁的人。你刀疤爷爷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暴躁！兄弟们，给我弄他！老大受伤了，砍死这个小逼养的，一起上！
不到10分钟，包八的手下全部被我砍翻在地。听说了没？城北老黑新收了个猛人，好像叫什么老六的，可牛逼了！卧槽，我听说了，简直就是刀神啊！南疆好多年没出过这么牛逼的新人了吧？我当时就在现场，他超帅的，好想给他生猴子呀！自此，马小六这个名字彻底响遍整个南疆地下世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黑就带着马小六去见桑大成。小六，你这么能打，以后在南疆混肯定有一番大作为。待会见了桑老板，一定要低调点，他跺跺脚，南疆都得抖3抖，知道吗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见到传说中的桑大成，卧底行动比想象中进展得更加顺利。老大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小六，昨晚他一个人砍了城南刀疤10几个人。老大，怎么了？马勒隔壁的老黑，你眼瞎是吗？带个条子的卧底到我这里来。老大，他刚到警校10天就被开除了，警察怎么会派一个没经验的？绑了陈江吧。桑大成根本不听老黑解释，手下的保镖立刻来到我面前，用武器顶住我的脑。跪下！桑老板，让你手下把枪撤了，我特么不喜欢被顶着，怕伤了他。叫你跪下，听到没有？哟呵！马德，还有人想上来动我吗？黑老大怀疑我是卧底，想要对我出手，还用武器顶住我的脑壳。我一怒之下3下5除2放弃一帮小弟。马德，还有人想上来动我吗？亡命徒绝对是一个疯狗一般的亡命徒，看来昨天的传闻不假。你叫马小六是吧？想投靠我桑大成，却又对我的保镖下这么重的死手，谁他妈给你的胆量？桑老板，我他妈知道你有钱有势，你要是带着我发财过上好日子，我肯定心甘情愿叫你一声老大。但是你要干我的话，那我只能拼死一搏了。哈哈哈，有胆量有魄力。再说了，南疆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大佬，你强盛公司不收我，自然有人收我。你一上来就给我下马威，有意思吗？吓唬谁呢？这么猛的人，要是被对手收走了，那不是亏大了？老大，我用我的命担保，他真的不可能是卧底呀！他到了浴场，比屏幕前的各位都会玩，哪个卧底会这么不要脸？老黑啊，我怎么可能不信任你推荐的人呢？刚才只是试探一下，马老弟，请你不要见怪，我很欣赏你的战斗力。从今天开始，幸福浴场就交给你管理，让我看看你的能力。幸福浴场的街对面就是城南的地盘，而城南的丧彪跟城北的桑大成不对付好多年。看来桑大成这是派自己上前线打头阵，要是能灭了丧彪，那他自然是高兴的。如果自己被丧彪砍死，他也没什么损失，真是老奸巨猾的玩意。很快，马小六跟老黑来到幸福浴场，只见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和一个光头黑人嚣张的在那叫骂。幸福浴场的头牌小桃似乎被他们打倒在地，满身伤痕。怎么回事？你是谁？这是我们浴场的新任负责人六哥。六哥，这2个老外享受完技师的服务后，说技师态度不好，技术也不行，拒不付钱，还打了小桃。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打回去？六哥啊，他们是外国人啊，身份不一样啊。不一样个鸡毛！讲政治玩韬略那是老大们的事，咱们做小弟的遇到事了，直接上去干就完了，懂不？小弟们被我训得一愣一愣的。以后遇到事情要像我一样处理，看清楚了，我给你们打个样。我凶狠狠地看着2个老外。现在跪下给我的女技师磕头道歉，再拿10万赔偿费，我或许可以放你们一马。老大，他们是老外，悠着点，会出事的。黄皮猪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信不信我让你的浴场开不下去？就是吃屎去吧！玩你们国家的女人是给你们脸面。光头黑人也是一脸嚣张，还对着我竖起了中指。六哥，算了吧，干我们这行的受点委屈没关系，可不能连累您。还想让我们跪？你们这种低贱的民族，给我们跪下才差不多。你竟然敢对我们动手！都学会了没？以后遇到砸场子的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就给我这么干他。众人看得目瞪口呆，纷纷点头。把这2头猪关起来，让他们所属的公司带钱来领人，每人20万。老大，你弄谁的钱也不能弄老外的钱。现在30万。刚才他们侮辱我是黄皮猪，我的精神受到严重伤害。这么猛，他真的是新人吗？黑哥呀，也不能全怪人家老外，咱们技师质量确实不怎么样啊。好的技师都给他们城南的人收罗走了，就昨晚陪你那个小桃，还是看在老乡情分上被我挖来的。桑老板不是想看看我实力吗？今晚我去挑了城南水中花浴场，把他们女技师都抢了。小六，我知道你想向老大证明自己，但是绝对不能冲动啊！城南可是丧彪的地盘，忒凶残。怎么个凶残法？丧彪手下12头目，个个是亡命徒，他要是干你，桑老大怕是不会为了你跟丧彪撕破脸。马小六，你他妈疯了吗？你连外国人都敢打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妈的，本来幸福浴场的生意就不好做，他们还想白嫖，我不干，他们干谁？你他娘懂个屁！他们是米亚环球贸易公司的人，他们的下方代表马上就来了，我也马上过去。米亚环球贸易是国际性大公司，专做全球贸易。桑大成这么跪舔米亚环球，他的生意恐怕很脏。走，
我们下去迎接贵客。不一会儿，幸福浴场门口，桑大成谨小慎微地陪在一位金发美女的边上。Lisa 小姐，实在抱歉，我手下有眼无珠，鲁莽粗鄙，我向您道歉。桑总，你手下都是一群疯狗吗？是，新来的不懂规矩，都是我安排不当。马小六还不派人把人家送去医院？根据前世的经验，任何一个在国内有头有脸的外企高层，都可能是对方情报部门的耳目，特别是年轻漂亮性感的女人。Lisa 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原来是自家人。很快，浴场的小弟将两个奄奄一息的死狗拖了过来。Lisa 看着鲜血淋漓的两个手下，简直气得不要不要。桑总，我对今天的事情很不高兴，凶手到底是谁？我打的。桑总，我要他的命。Lisa 小姐，您的两个手下并没有生命危险，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？我让马小六跪下给他们磕头道歉，完了再打断他2条狗腿，怎么样？这个叫马什么的狗必须得死！我们米国人的身份何等尊贵，哪怕是黑皮肤的米国人，也是你们黄种人高攀不起的存在。你的这条狗竟然把我的手下打成这样，桑总，如果你不杀他，我断了你的财路。Lisa 说完，便令人拖着2条死狗离开了幸福浴场。自始至终，他都没正眼看过我一眼。Lisa 的能量你无法想象，南疆没人能惹得起她。现在她要你死，你说怎么办？桑老大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只能干掉你，你自己惹下了大麻烦，那就别怪我下手狠了。桑大成说完，他的贴身护卫立刻围了过来，同时掏出武器顶着我的脑。桑老板，你确定这几个人能干得掉我吗？如果我发起飙来的话，现场没人能活，要不要赌一把试试？马小六的恐怖实力让桑大成也有所忌惮，于是便令保镖先收回武器。说说看，怎么个赌法？我会让 Lisa 收回杀我的命令，而且明晚12点之前，我让丧彪的厂子全部倒闭，让我们强盛公司的浴场利润翻5倍。这小子竟然这么自信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也见识过我的实力的，我要干丧彪的话，他都没机会喊救命。老大，你就给6个一次机会呗，求你了，人才不能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啊！桑大成差点干爆 CPU， 终于想到了一个损招，利用马小六杀了丧彪，然后再把他做了向 Lisa 交差，2全其美。好，我给你24小时，如果你能干掉丧彪，我替你向 Lisa 求情。到了晚上，马小六一人来到城南水中花浴场，一走进浴场，马小六看见什么就踢飞手，而看场子的大哥也察觉到了不对劲。我靠，有人砸场子！不到10秒，10几个打手就将马小六牢牢围在中间。谁他妈派你来捣乱的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马小六，强盛公司编外员工，我今晚是来砸你们场子的。原来你就是城北那边新收的小弟马小六啊！没想到你这小杂碎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12头目2号人物阿龙，今晚认识你真的很幸运。怎么个幸运法？刀疤不够强，体现不了我的战斗力。你这条死虫，或许可以起到一丢丢的侧面衬托作用，将就用用。一个毫无地位的新人而已，竟敢在我城南12头目面前猖狂成这样，我他妈今晚就叫你做人！只因我动手打了外国人，就被黑帮老大围剿追杀。但身为超级卧底的我，不但要端了黑帮的地盘，还要拿下他们背后的大姐。一个毫无地位的新人而已，竟敢在我城南12头目面前猖狂成这样，我他妈今晚就叫你做人！龙哥一把杀猪刀砍来，马小六闪身一躲，随后鬼魅般打出一记势大力沉的勾拳，仅只用了2秒，龙哥就被 KO。所有人瞪大双眼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大家一起算多了他，居然把我们龙哥给打昏了。而马小六只是微微一笑，抬脚踩在了龙哥的脖子上。我这一脚踩下去的话，你们龙哥可就没命了。你要是敢踩下去，你就死定了。龙哥可是丧彪老大的拜把子兄弟。你们真以为我不敢吗？要是你们龙哥死了，你们城南丧彪的战力起码缩水1半。别！一个看起来老成持重的浴场经理赶紧走过来劝阻。兄弟，昨晚是我们做的不对，小桃我们不要了，现在你戏也出了，差不多得了，丧彪哥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浴场经理把丧彪抬出来，以为能吓到马小六。我这人脾气大，一时半会消不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把你们浴场的所有女技师集中起来，带到我面前，快点！看到龙哥的头都快被马小六踩爆，经理没办法，很快就把浴场所有女技师召集了过来，把他们全部送到幸福浴场。今天开始，你们水中花浴场关门停业。什么小逼崽子，新人想上位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事情不是这么个干法。你他妈就不怕我们彪哥剁了你全家吗？那是后话，现在不关门，龙哥就得死。马小六继续加大脚的力度，龙哥的脖子立刻咔嚓咔嚓的响起来。好，马上照办。但是今晚这事，城南给你记下了。别他妈废话了，把人给我送过去。很快20个技师被乖乖送到了幸福浴场，老黑看的眼都直了，但他此时既高兴又担忧。小六，你性子太急了点啊！城南丧彪是个亡命徒，连我们桑老大对他都有所顾忌，你今晚这么明抢，怕是要出大事啊！好了，端掉水中花浴场只是餐前开胃菜，热菜还没上呢。我有事出去下，今夜不回来了。离开幸福浴场后，马小六去找 Lisa 的路上，接到上级的电话。马小六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这才卧底几天，你打伤了那么多人，还真把幸福浴场当自己的事业在做了。韩处，这才哪到哪呀？
还没正式开洗你就受不了了。你现在闹得这么凶，让我压力很大。有压力就给老子先顶着，我拿命再顶。你顶点压力，你跟我吼个锤子。马小六根本不想多啰嗦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而韩黎明握着电话竟差点没反应过来。为什么有一种放龙入海的感觉？谁呀？你来做什么？我警告你不要乱来。Lisa 小姐，这是我为您准备的一点小礼物。对于白天的事，我十分抱歉。马小六说完，将礼盒递了过去。滚开！谁稀罕你们这些低贱男人送的低贱礼物？请你立刻滚出我的套房！肮脏、低劣、野蛮的人种，你就等死吧！是桑大成桑总派我来的，我是他的心腹，有一些关于强盛公司核心的事情，他让我向您汇报一下。Lisa 一听说是生意上的事情，态度就没那么激动。Lisa 小姐，我大老远跑过来，能让我喝口水吗？随后 Lisa 给马小六端了一杯水，也给自己端了一杯。桑大成有什么要交代的？你说吧。说完赶紧滚出我的房间，一股难闻的穷酸味。Lisa 小姐，不急，我们慢慢谈，咱们先碰个杯吧，就当是今天的误会解除了。你一个强盛公司的新人，有什么资格跟我碰杯？有话快说，说完快滚。那好吧，那我就直奔主题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一边说着，马小六神不知鬼不觉往 Lisa 的水杯下了点调料。Lisa 被马小六说的一头雾水，听到一半的时候 ，Lisa 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点水，不一会儿 ，Lisa 就头晕目眩起来，而且还浑身发热。马什么？马小六，我的水。Lisa 小姐，你是不是觉得你们米国人高人一等？我们米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。那么你们这样的女人会不会跟黄种男人交往呢？你这个疯狗！你竟然对我做小动作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。Lisa 的身体越发越觉得难受。Lisa 小姐，你今天不但侮辱了我，更侮辱了我们这个民族。我现在命令你跪下爬过来。你不可以侮辱我的人格。不跪是吧？那我走了。我滚。整整2个小时，期间发生了许多大家都懂的事情。我们家族在米国可是名流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我要杀了你！你可杀不了我，你中了一种成分非常复杂的毒，只有我能解。3天我来解一次，连解7次才能彻底清除体内毒素。到底是什么毒？我怎么又这么热了？快帮我想想办法！想特么什么办法？你让桑大成杀我，那我就只能威胁你的命。我不杀你，我立刻打电话给桑大成。紧接着 Lisa 拨通桑大成的电话，取消了追杀马小六的命令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表现得不错，我这就帮你缓解一下毒素。整整1夜，又发生了许多妙不可言的事情。到了第2天 ，Lisa 对马小六的态度明显比昨晚软了很多。Lisa， 有件事我需要你帮个忙。我凭什么帮你？我恨你！你到底帮不帮？还想不想解毒活命啊？你说你在南疆警方有关系吗？你问这个问题是在小看我？我们在东省的关系都很深厚。不需要那么强大的关系。丧彪跟我不对付，我希望利用你的人脉灭了他的生意就行。这个没问题，但是昨夜的事情你不能说出去，我不想让我的名誉毁了。先看你能不能帮我灭了丧彪再说吧。好了，等我忙完再来帮你解毒。老大，你可真牛啊！昨晚到现在，营业额翻了5番。所以按照你的能力，叫我一声大哥，不亏。就在2人沉浸在喜悦中时，前台拿着电话火急寥寥地走了进来。黑哥是城南丧彪，他听起来很愤怒。老黑接过电话，妈的，抢我场子的技师还敢打我手下，叫你们老大接电话。彪哥，我是。你是你麻痹，老黑，我告诉你，立刻通知你老大来见我，喜临门大酒店，1刻钟给我赶到，否则我他妈烧了你们的幸福浴场。丧彪说完，啪的一声挂断电话。六哥，丧彪很愤怒，让你现在去喜临门大酒店。好吧，我现在过去，打人小弟，抢人技师，砸人场子，以后还要端人家老巢，提前接触一下也好。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啊，要么我问问桑老大，让强盛公司派点人过来。你觉得他会给吗？行了，你别管了，我自己去。不行，我得陪着你。你不怕凶多吉少吗？你是我带进南疆的，我得为你负责，要是死，我也得死在你前面。别看老黑这个家伙能力平平，但是为人确实挺仗义。很快，马小六就来到喜临门大酒店，只见门口恶狠狠站着几十号人。先别进去，按照我们老大的要求，先搜身。你说什么？我特么好像没听清楚。我们老大。你他妈什么身份敢搜我身？要搜就叫你们老大亲自出来搜，老子单刀赴会他都害怕的话，这南疆他也不用混了。什么城南半兽人，我看是城南小鹌鹑。马小六说完就抬起大长腿，嚣张的往里走。彪哥，小六来了，这2天的事情有些误会了。我操！误会你麻痹！上彪你他妈不讲武德！老黑一阵眩晕，直接瘫软在地。马了个巴子！幸福浴场开在我对面就算了，还敢窜条野沟抢我技师，新人马小六是吧？很能打是吧？我倒要看看是你拳头快，还是老子的枪快。你确定要这样吗？小逼养的，毛还没长齐就敢动我场子。我在城南混的时候，你他妈还是液体呢，想上位想疯了吧你？敢拿我的场子开刀？开枪吧！你他妈以为我不敢吗？瞄准点。
前脑进后脑出，掀开我的头盖骨，秒死。黑老大想要做局陷害我，没想到被我反手抄了家底。你他妈就确定我不会开枪吗？可能会开，但不是现在。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，彪哥今天是想跟我做点交易。为什么搞我的水中花浴场？穷，想赚钱，又没其他本事，只能靠拳头抢，谁有肉我就抢谁的。妈了个巴子的，倒是直截了当。你可知道你老大为什么派你管理幸福浴场？我装作愣头青，什么都不懂。他看我能打，想给我机会，考验考验我。屁！就桑大成那条老鹰狗会把你当回事，桑大成是把你当枪使，你他妈成炮灰了，知道吗？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道理。就在这时，丧彪重新用枪顶住我的脑壳。你是个人才，也给你条路走。今晚12点之前，你能把桑大成做了，我聘你当我城南的副总，提成30%，怎么样？我倒是挺想试试，但是我不一定能做得掉他。他不死，你就得死。今晚他会在红枫别墅区的私宅里约会小骚货，你去把他干掉，带着他的人头来见我。我试试吧。我刚离开，丧彪就露出一丝阴险的笑容，在道上放出风去，就说马小六跟我丧彪合作了，他要杀桑大成。彪哥，那不是走漏风声了？桑大成肯定就有防备了。你怎么知道马小六一定会听咱的？我这是断他的后路。还是彪哥有套路啊？不过万一他要真的杀了桑大成，咱真让他管理浴场，给他股份嘛？嘿，我给他娘的！立马给我调人！今夜不管他能不能杀得了桑大成，我都要做了他。就在我扶着受伤的老黑回幸福浴场的时候，好几辆警车迎面而来，老黑吓得一哆嗦，以为是来扫自己场子的。老黑，不要怕，不是冲咱来的。真的假的？你看看呗。下一秒，警车就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。怎么回事？丧彪从此要退出这一行喽。而此时，丧彪收到了自己浴场被全部查封的消息，于是他气急败坏地拨通了桑大成的电话。丧狗，你他娘这是坏了江湖规矩！既然你不仁，那我也只好去局里举报你了。要死大家一起死！阿彪啊，咱兄弟俩明争暗斗这么些年了，我坏过规矩吗？以前没有，不代表现在没有。当年一穷二白的时候，我都没坏过规矩。现如今家大业大的，我有必要坏规矩吗？谁盯上还没沾点屎，没法下那个手，是这个道理不？那他们警方为什么突然冲我场子？最近谁跟你杠上了，那就是谁干的呗。桑大成说完，有点幸灾乐祸地挂断了电话。我靠，上当了！狗日的马小六抄我后路，走，赶紧摇人！此时的我还不知道危险将至，正悠闲地在街道上溜达，而丧彪带着几百号人堵住了我。马小六啊，马小六，你爹我本来给你机会了，你他妈抓不住也就罢了，还跟我玩阴的。丧彪，明人不说暗话。哪怕我真的干掉桑大成了，你就不杀我了吗？哈哈哈，你说对了，我从头到尾就没准备让你活。丧彪，我劝你现在把人撤了，否则对你身体可不好。小杂种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都给我上！丧彪大手一挥，手下乌泱泱冲我杀死。老大，出事了！丧彪带着好几百人在追砍马小六，倒也在意料之中。紧接着老黑也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老大，丧彪在满城追砍小六，你得派人救他。他通过歪门邪道举报丧彪场子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到向我汇报？现在出事了才知道来求救。小六那也是为了咱们集团的利益吗？老黑啊，不是我不求人帮忙啊，你看看我，还有我哥，还有集团里的大佬们，哪个不是从血海中杀出来的？他马小六要想上位，就得经历今晚这一劫，这是集团对他的考验。可是不要可是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你走吧。此时此刻，丧彪的手下已经杀红眼了，如果不是武功超群，真的很难冲出重围。这一夜，马小六的名字传遍了南疆道上每一个人的耳朵里。你受伤了？没，这是别人的鞋，你做的不错。丧彪的浴场全部被关了，有没有想我？我才没有想你。梅子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是他内心承认，我给他带来的感觉很特别。洗洗睡吧，一起洗，顺便帮你解一下毒。快乐的事情刚做完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我只能来到卫生间接听。马小六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孤独地疗伤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昨晚的事情叫我如何收场？大哥，卧底的前提是活下来啊，然后展现实力啊，否则怎么接近桑大成犯罪集团啊？那你也得给我收着点啊！韩处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你什么意思？昨晚闹的动静那么大，警方肯定要抓丧彪进去问话吧？废话，全城都知道是他的人在挥舞砍刀。我赌南疆警方24小时放人，如果24小时还不放人，算我输。应该不会放，但是要是放了呢？让我灭了他。怪不得他说他卧底会很费人，真他妈废。第二天，我决定主动出击，掏了丧彪的大本。是啊，嫂子，我是彪哥的手下，你跟彪哥的结婚纪念日快要到了，他让我把花送来。来了，这个死鬼，一天到晚在外面不归家，还记得结婚纪念日呢。彪嫂准备接过这束鲜红的玫瑰，然而花丛里却突然伸出一只黑洞洞的真理。嫂子，别喊人，别反抗，否则枪容易走火。套你猴子的，你知道老娘的男人是谁吗？敢拿枪顶我？套你猴子的，别废话，你就等死吧。紧接着，不知从哪冒出一个黄毛小子，提着一把杀猪刀砍来。放开我妈，砍死你这个狗杂碎！
去你丫的！到了晚上，丧彪回到家，刚进门就看到老婆和儿子都被绑在了地上。彪哥，晚上好呀！你他娘的敢绑我老婆儿子！马小六，你个狗日的！彪哥呀，这一枪是提醒你，今晚对我说话要恭敬一点。我这人脾气不好，枪法也不准。丧彪脸色惨白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碰到了一条真正的疯狗。当过卧底的都知道，当不上老大的卧底不是好卧底。就在昨晚，黑老大带领100号人包围我，但没想到我用逆天战斗力不但以1敌100杀出了重围，甚至还一举超了黑老大的家底。马小六，一个狗日的，竟敢绑架我老婆儿子！彪哥，这一枪是提醒你，今晚对我说话要恭敬一点。我这人脾气不好，枪法也不准。彪哥，这些年赚了不少钱吧？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。2楼保险柜，密码是123321，12345667。很快我就从丧彪保险柜取出了1亿5千万。老弟，我的钱全给你了，我只想留下一家老小的性命。紧接着，丧彪的私宅别墅燃起了熊熊大火。这一夜过后，称霸一方的城南丧彪不见了踪影。老大，马小六击败丧彪了。他一个人敲了对方的场子，躲过100人的追看，然后反手还偷了对方的塔。看来这个新人真的有点东西。老大，现在看来他肯定不是卧底了。我知道了，阿刚，安排饭局，我要见他。是，老大。干掉丧彪后，我又不慌不忙地来到丧彪的地盘。马小六，你他妈还敢上门？阿龙，你老大已经不在了，要不你带着小弟们跟我呗？马德，丧彪可是我拜把子兄弟，兄弟们上，给我做了这小子。阿龙，你小时候妈妈离家出走，爸爸天天赌钱不归家，是你奶奶一手把你带大的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兄弟现在正陪着你奶奶呢，给他老人家劈柴挑水，老人家开心的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缝。马小六，江湖事归江湖事，祸不及家人。放屁，你说了算吗？论能打，丧彪比我差了10万8千里；论智商，丧彪比我差了20万8千里；论仗义，丧彪比我差了30万8千里。我的手腕你们也看到了，跟着我可以更上一层楼。不跟我，那就继续去跟着丧彪吧。此时的阿龙彻底崩溃，跪在了地上，其他20几个小弟也跪了下来。老大，我们跟你。哈哈哈，很好，正确的选择往往比努力更加重要。拿上你们的武器，跟我去收编其他11个头目。六哥，你收我容易，但是其他头目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放心，已经将他们的家人绑架了，你说他们容易对付吗？到了第2天清晨，我收编了丧彪所有手下，还用丧彪的公司总部作为我的新公司，取名就叫乘风破浪投资公司。六哥，丧彪的所有厂子都改成洗浴中心了，我挑选了最好的一批技师，你看看要不要选一个试试？可以，叫上来我看看。紧接着10个绝色美女送到我眼前，个个肤白貌美，又凸又翘。当我就看到其中一个最漂亮的女人时，心头猛然一震。她怎么会在这里的？前世冷凝既是我的恩师，也是我的亲密战友。冷凝为什么突然出现在南疆？为什么要卧底到自己的肠子里当技师？我想破脑袋都想不透冷凝来这里当卧底干什么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公子哥模样的人从我面前走过，还撞了我一下。瞎了你娘的眼了，敢挡我的道！公子哥朝着我骂骂咧咧，但是转瞬就被绝美的冷凝吸引住了。卧槽，早就听说城南浴场的女人漂亮，果然倾国倾城。美女，今夜陪我睡一晚怎么样？我不敲大背，神他妈不敲大背，我加钱。她是我的女人。他娘的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陈曦，陈公子。老黑，这个女人我喜欢，今天我必须要。这是我们老大马小六，你刚才冲撞他了。马小六又怎么样？不就他娘一个开养鸡场的吗？鸡场的鸡还不让吃了。陈公子啊，我刚才说了，她是我的女人，你没听见吗？还一口一个鸡，跪下向我女人道歉。去你丫的！我堂堂陈曦陈公子像一个婊子。陈如昌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踹翻在地。你爸很牛逼是吧？他没教过你什么叫礼貌是吧？紧接着我又一脚踹飞陈如昌。美女，从今天开始我罩着你，保证没人敢动你。兄弟们，以后她就是你们大嫂了。我不是什么大嫂。冷凝表现得很拘谨，跟没见过世面一样，但前世我可是领教过他精湛的演技。你就是我女人，以后你就是他们的大嫂，我不许你给客人按摩，专门为我一个人服务就行了。老大，桑总说今晚在贵宾楼请你吃饭。我早料到了，知道他为什么要请客吗？当然是为你庆祝啊！你灭了丧彪，终于得到他的认可了。哈哈，你真的以为这么简单吗？很快我就带着老黑跟12头目去参加桑大成的鸿门宴，只见贵宾楼门口几乎占领了桑大成的手下。果然是鸿门宴啊，安排了这么多人守在楼下。不好意思，除了马小六，其他人不能进去。小崽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桑老板交代了，只能你一个人进去，不能带手下。那桑总自己有没有带手下进去？没有。那我为什么不能带？你他娘的什么身份？去你丫的！什么时候轮到你这种小瘪三拦我了？我狠狠一脚踏在对方脑袋上，然后带着手下嚣张地走进贵宾楼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大，路上堵车，晚点了。他娘的，在南疆吃饭都是别人等我的，你特么一个新人而已，现在牌面真大。马小六，你特么现在打下城南的地盘，
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吧？连老大的饭局你都敢知道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你特么耳朵聋吗？我耳朵不聋，你可能会聋。话音落下，我一个香港脚踹飞对方。操你妈的马小六，敢在老大面前动手，我特么多了你！你们全上也不是我对手，我劝你们冷静一点。我们今晚是请马总吃饭的，不是打架的，稳重点，都退下。是。小六刚到集团1个星期，就为我们强盛集团打下了城南。按照公司规定，谁打下的地盘前期就交给谁管理，而且可以拿20%的管理费。桑老板，你说我现在坐镇城南，应该感谢你呢，还是应该记恨你呢？那晚丧彪满城追杀你，我没派人出来救你，你肯定有想法，这很正常。这样吧，为了弥补你心里的不爽，我再让一步，城南你拿30%，怎么样？哈哈哈，不怎么样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桑老板，城南是我一个人打下来的，你没派一兵一卒支援我，城南理所应当100%归我。那你今天还来谈什么？当然要谈，我今天来主要是想问问城北能不能向我城南上交50%？哈哈哈，年轻人不要太狂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，在南疆这1亩3分地，不是我们强盛公司的朋友，那就是我们的敌人。哼，哪怕那晚你派人全力救我了，我也不会把城南交给你。自此，新一轮地盘争夺战，城南与城北的较量正式开始。当过卧底的都知道，不会搞事情的卧底不是好卧底。上级要我潜伏在黑老大身边，然而我不但没有好好去博取黑老大的信任，反而还处处跟他作对，甚至送花圈给他当生日礼物。我让你接近桑大成，你跟他掀桌子了，还怎么卧底？等桑大成那个老阴狗信任我了，你恐怕都退休了，甚至去世了。那你就说你现在把他得罪了，还怎么接近他查线索？韩处，你觉得桑大成和桑硕这两兄弟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钱。对，在他们眼里，利益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不要着急。别看我现在跟他闹翻了，但只要我握住了那块巨大的蛋糕，他就会跪下来求我跟他拜把子。那块巨大的蛋糕是什么？现在还不能说，你等结果就行了。对了，桑大成这些年不出事，背后肯定有人。那你觉得谁最有可能？谁抓我抓的最挑，谁就是桑大成的保护伞之一。你马上安排人留意南疆警方的动向。但你要是被抓进去了，少不了要去层皮，到时我可没法直接救你，否则我跟你的关系就暴露了。你就一个省厅中层而已，人家南疆的实权要是真动我，你还真没那个本事救。作为我的直属上级，韩立明竟一时被我对的说不上话来。有人会救我的，放心吧，你就先把桑大成背后那个人掌控住，然后顺藤摸瓜就行。我去做我的事了，咱们兵分两路。跟上级接触完之后，我回到公司嘱咐老黑，这2天生意怎么样？日进斗金。很好，很好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赌和赌绝对不能碰，谁碰我弄谁。是。强盛公司那边没什么动静吧？没动静啊，估计都被6个你镇住了吧？哼，没动静就是最大的动静。紧接着，好几个警探冲进我的办公室。马小六，我怀疑你涉嫌犯罪，跟我回去协助调查。是桑大成让你来抓我的吧？是法律让我来抓你的。随后，警探冲了上去，像是按牲口一样将我按住。王长官，你的人弄痛我了，到时候我需要你郑重向我道歉。王光明凑到我的耳边轻声说道：“马小六，明天是桑大成桑总的生日，而你的命就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”很快我就被带到南疆市局留置室里。马小六，丧彪手下那么多人受伤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我哪有那么大本事？长官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要污蔑一个无好市民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神他妈的良好市民！王 Sir， 我说过我是良好市民，你会为今天的行为向我道歉的。道歉？你想什么呢？我看你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就在这时，南疆警长秦为民走了进来，他看了我一眼后眉头一皱：放了他吧。不能放啊，他可是重大嫌犯。这是命令，不是在跟你商量，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那好吧。王光明不敢造次，只能不甘心地放我离开。马小六，你可以滚了，但是我劝你一句，夹起尾巴做人，我还会继续搜集你的犯罪证据的。王局，要不你亲自送我出去？马小六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我在你这里睡不好吃不好的，还他妈被你诬陷，我心情很不好。对了，差点忘了告诉你，我的手下现在应该到你们门口等着我，你也不想闹大吧？你有种！紧接着王光明陪着我离开留置室，到了门口一看，王光明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城南12头目恭敬地站在那里，在他们的身后起码站着上百号人。王 Sir， 我的牌面怎么样？我是兵，你是贼，不要以为你躲得过初一就能躲得过15。如果你真是兵，我不介意，可惜你不是。你他妈敢打我！没让你跪下道歉，已经算是给南疆警局留点颜面了。这一下既是打你，也是打给桑大成看的。从警局离开后，我就带手下回到了幸福浴场。老大，桑大成安排警方坑你，我们得砍回去。老大，我这边小弟都安排好了，就等你一声令下了。阿龙，你怎么回事？只见阿龙缠着绷带，脸色苍白，显然是失血过多造成的。没什么，昨夜城西公子陈如称突然带人来砸场子，砍了一场。原来如此，阿龙，城西这个仇我替你记下了。咱们现在先去大城街吃个饭，
所有人一听到大城街3个字，直接瞪大了眼睛。老大也要去大城街吃饭，我不反对，但是咱们是不是该多调点人手？那可是桑大城最引以为傲的场子啊！就是啊，老大，咱们把所有兄弟都调集起来，跟他大决战。决特么什么战？待会你们先把我送过去。今天是桑大成生日，咱总得给他送点礼物不是？不一会我就来到大城街。帅哥，拼个座可以吗？可以，随便坐。你听说了没？马小六在局子里已经被玩死了。内部消息，活该！马小六那小子就是一个看人不带脑子的索害。就是他居然敢跟强盛公司斗，我他妈真怀疑他当年喷出来的时候受了风寒。这2个家伙把我说的一无是处。马小六，你们见过他吗？中么没见过。有一次早上买油条，他想插队，被我一个巴掌就扇一边去了。我们他娘在岛上混的时候，马小六还穿着开裆裤挖泥巴呢。只可惜他已经被玩死了，否则我能把那小逼崽子打出事来。就在这时，大城街出现了一阵骚乱，只见一群人拿着花圈走过来。我操，那是城南马小六的手下。对，我认得，他们是城南12头目。我操，他们来闹事了，往大城街送花圈，这是要火拼的节奏啊！随后老黑和12头目来到我面前。老大，花圈全部安排到位。什么？老大，难道他就是？桌上的2人吓得目瞪口呆。大城街的菜好吃吗？2人被吓得竟一时没反应过来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乘风破浪公司也有自己的大酒店，各位兄弟能不能以后也过来照顾生意啊？我一定去，我明晚就有饭局，可以定在你那里。我也是，我恨不得现在就过去吃。那个六哥，我斗胆为一去，乘风破浪大酒店在哪？还在筹备，目前处于筹备前期的构思阶段。就在我还想斗一斗面前的2个小伙时，桑大成带着手下伙计寥寥的赶来，但他看到我后却有点后怕。他马小六到底是什么背景？竟然连南疆警局都搞不定他？哟，这不是小六兄弟吗？这2天没受什么苦头吧？苦头是受了一点，这不也是拜桑老板所赐吗？听说桑老板今天是50寿辰，我也投到包里，给桑总送上一份生日祝福。哦，是什么祝福？来人，上礼。很快一堆花圈就摆在桑大成面前，桑大成气得咬牙切齿。马小六，你他妈找死是吧？你们城南是不是来搞事情的？搞事情又怎么样？来啊，动我呀！小崽子，别跳，我记住你了。桑老板，现在是在你的地盘，你天时地利人和，我已经打上门了，掀桌子呗。当过卧底的都知道，不会搞事情的卧底不是好卧底。上级要我潜伏在黑老大身边，然而我不但没有好好去博取黑老大的信任，反而还处处跟他作对，甚至送花圈给他当生日礼物。马小六，你他妈找死是吧？你们城南是不是来搞事情的？搞事情又怎么样？来啊，打我呀！狗杂碎的马小六也不看看大城街是什么地方，容得下你来撒野吗？就在这时，一个50岁左右，看起来壮得能打死头牛的男人，拎着一把剔骨刀走了过来。老大，此人名叫罗汉，外号南疆屠夫，是桑大成4个结拜兄弟中的老大。老三，我现在就帮你剁了这个小杂碎。老大别急。桑大成始终不敢出手，其实就是怕我背后的靠山，但我一个卧底而已，能有什么靠山？马小六，你的气也撒了，可以走了吧？当然得走，桑老板又不请我吃饭。不过临走之前，我要劝桑老板一句：现在是年轻人的世界，该让位就让位。说完，我便嚣张的离去，而罗汉的剔骨刀都快要被他握冒烟了。老三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脾气这么好了？老大，1对1，你有没有把握弄死他？哼，出道这么多年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谁能从我这把剔骨刀下面活命，我把他每根骨头都剔出来，给你熬汤喝。好，那我们就暗杀。离开大城街后，我就带着小弟们回幸福浴场。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大城街送花圈吗？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桑大成拉仇恨吗？那肯定是他娘的为了装13啊！装你个鸟蛋！其他人说说看。老黑和12头目中的11个跟蠢猪一样，怎么都想不透，但有1人的眼睛却亮了起来。王八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哈哈，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老大是在着手布局大城西。我马小六麾下终于有人才了。城西正是未来南疆20年最大的蛋糕，而此次卧底行动的点睛之笔就在城西。城西可是一帮战斗力爆棚的城乡结合部刁民，所以我们要把城北的仇恨拉足，让城西以为我们分分钟就要跟城北火拼。等城西的防范意识下来了，我们就有可乘之机了。老大，你这2天受了老罪了，别操心公司的事情了。等一下让小桃伺候你好好睡一觉。不，各位听好了，今晚我要带你们大嫂去东方明都刚买的房子里睡。很快我就带着冷凝来到东方明都，在进家门的一刹那，冷凝嗅到了一丝杀机，但是他表面却是一脸平静。警方办不掉马小六这个小恶魔，那就让杀手杀了他吧，也算是为人间去除遗憾了。冷凝，咱们先休息一下吧。紧接着我一把抱住冷凝，表面上我是在跟他亲热，实际上我却在仔细的听声辨位，因为我也嗅到了很浓的杀机。
定睛一看，原来是罗汉这个老小子，但此时的他已经被我用势大力沉的一脚踹断肋骨，彻底失去战斗力。罗汉叔啊，大半夜躲在柜子里，想偷听我们小夫妻亲热吗？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也太不正经了吧！套你猴子的，马小六你就等死吧，城北会把你碎尸万段的，包括你的女人。哈哈哈，那咱们就看看谁先死。马小六，你他妈敢杀我吗？有种潮心窝子捅啊！哎呦喂，我好怕呀！放心吧，我不杀你，我保证给你留一口气。说完，我便拿起电话通知手下。喂，老黑。紧接着，罗汉像条死狗一样被带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废墟中。马小六，你他妈要是敢动我，强盛集团的徒子徒孙必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哈哈哈，罗汉。杀猪出生，后来改杀人，每次杀人就像杀猪一样仔细，去毛、剥皮、剔骨、分肉，这么死在你手里的人不下10个吧？哼，现在知道老夫的厉害了吧？老子告诉你，现在时代变了，我马小六为刀俎，你罗汉为鱼肉。说完，我便一脚踹飞罗汉，接着又狠狠一脚踏在他头上。你可是大名鼎鼎的罗汉叔啊，要是死了，我可没法交代。小的们给我打！对了，别打死了，人家可是桑大成的拜把子兄弟啊！2个半小时后，罗汉已经彻底被打废，还有一口气，撑不了多久了，抓紧把它还给桑大成吧。要是气断了，就不尊重人了。解决完罗汉后，我恶狠狠地瞪着刀疤。刀疤，这里有个笼子，还有一桶汽油，你选哪样？将罗汉用笼子装起来，送给桑大成吧。我问的是你自己选哪样？刀疤惊恐地看向我，其他人感觉不对劲，立刻围住了刀疤。老大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刀疤，你难道没意识到什么不对劲吗？在这之前，我晚上住在哪里，从不告诉任何人。可我昨晚为什么当众说我要住东方明都？现场所有人细细一品，只觉得毛骨悚然。这个老大的心思恐怖如斯。可惜了呀，刀疤，你没经得住考验。昨天从大城街回来的一路上，只有你心不在焉，眼神闪烁，还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偷偷用了大哥大。我应该没冤枉你吧？老大，我对你忠心耿耿，绝没出卖你呀。看来你想跟罗汉一样喽，大家给我收拾他，3天3夜之内不能让他断气。刀疤看了看地上蠕动的罗汉，两腿一软，直接跪倒在地。老大，我错了。笼子还是汽油，自己选。如果道歉有用，还要我马小六干什么？他能的，我跟你拼了！找死！看到了我的通天实力，其他人被吓得一愣一愣的。兄弟们，你们别多想，我对你们是绝对信任的。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宽容大度的人，我并不讨厌背叛，我只是憎恨背叛我而已。紧接着，一辆面包车驶在强盛公司楼下，并将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罗汉扔了下来。办公室内，桑大成看着还会蠕动的罗汉，哭得伤心欲绝。畜生，简直就是个畜生！桑大成正在忙着抹眼泪的时候，手机响了起来。桑老板啊，听说您的拜把子兄弟罗汉出事了，我感到很震惊。我罗汉叔他还好吧？马小六，他挨了多少下，弄他的人一定会100倍1000倍遭一遍。哎，桑老板，现在就不要说这些气话了，赶紧救人吧。随后我笑着挂断了电话，而桑大成却气得近乎疯狂。他喵的马小六，这次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了你，我说的。到了晚上，我来到天歌大酒店，接着走进 Lisa 的套房。你来做什么？想你了。我恨你，你这个无耻的男人。Lisa 觉得被我害惨，一天到晚魂不守舍，满脑子都是我英姿飒爽的模样。我可没害你啊，认识了我，你才体验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，不是吗？在座都喜欢玩的事情，大概持续了2个半小时。小狼崽子，你彻底惹怒桑大成了，知道吗？你会帮我的，对吗？我当然想帮你，否则我怎么会安排人把你从南疆警局捞出来？桑大成跟你们公司的贸易往来很大吗？他是我们集团在南疆的负责人。我想取代他，你觉得可以吗？ Lisa 摇了摇头。桑大成的能量没那么小，而我的决策权也不够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马小六，你特么是不是喜欢冷凝？你特么什么意思啊？他在哪？他在城北旧仓库旁边，还有10个精壮的男人。桑大成有事冲我来，跟他没关系。你要是喜欢这个性感少妇，你就自己来，我特么看看你到底有多能打。你要是不敢来，那我们就把他玩死，然后扔到大街上，就像罗汉一样。我当然会去。桑大成，我警告你，冷凝要是出事了，我用你的酒足给他陪葬。那就看你就不救得了他了。我只是送花圈给黑老大当生日礼物，结果就遭到黑老大的疯狂暗杀，到我实力通天反杀了杀手。后来杀手的儿子为了报仇，竟抓了我的女人来要挟我。马小六，今晚这事无关你跟强盛公司的恩怨，只关乎我父亲罗汉的血海深仇。你想怎么样？小的们，给我办了他！紧接着50个强壮如牛的打手向我冲来，哪怕我再怎么实力通天，也不可能完好无损的全身而退。20分钟后，50个打手全部被我干翻在地，但我也是浑身伤痕，奄奄一息。马小六，你他妈倒还真是个人才，可惜了，为一个女人死在这里。罗峰举着真理顶住我的脑壳。你们要的是我马小六的命，放了我的女人，
放人做梦，从你动我父亲那一刻开始，就注定了你和你身边人都得死。就在罗峰准备开枪时，冷凝不知道怎么挣脱束缚，出现在罗峰后面，随后一板砖就将罗峰拍晕在地。你为什么要拼命救我？你不知道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吗？为我一个女妻是值得吗？你是我的女人，你要是被强盛公司的人侮辱了，我这个做老大的面子往哪放？你这么年轻，就准备一辈子这么打打杀杀吗？要不然我还能做什么？要不我们现在做点爱做的事吧？你身体还很虚，不要胡思乱想。紧接着我跟冷凝在一个废墟中待了3天，我身上的伤也好得七七八八了。强盛公司损失了50个最好的打手，元气大伤。近期桑大城应该不会主动对城南发起进攻了，但是城西那帮人按捺不住了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上次被抓进局子里，城西陈家就已经按捺不住了。这次强盛公司花这么大代价干我，城西那边肯定以为我被干死了。是的，城西陈家现在势头挺猛，吃下了您很多地盘，您的乘风破浪公司快要撑不住了。本来我已经筹划好怎么攻打城西了，被仓库这一战横插了一杠子。走，出山赶城西去。天天派人找老大，地盘都特么快被城西吃光了。各位兄弟，老大肯定是死了，现在由我来当老大，怎么样？其他头目互相看了看，倒没提什么反对意见，但老黑就不同了。我不同意，我相信老大活着，只要老大回来了，我们就能逆风翻盘。黑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好像没听清楚。我说我们应该继续搜寻老大。搜你个鸟蛋！王八一拳抡在老黑脑壳上。王八，你特么干什么？他猫的，就知道于中没了马小六，难道大家不过日子了吗？难道一辈子给他披麻戴孝不做事了？王八越说越气，正准备继续干老黑。大哥算了，都是自家人。老黑算什么自家人？兄弟们，我们的江湖地位都是靠一刀刀砍出来的。他老黑算什么东西？不能文不能武，只会溜须拍马。今天必须选新老大，而且要选我，谁不服就上来单挑。老大生死未卜，你们就商量着上位。你们对得起老大吗？你特么信不信我现在就做了你？你做了我也是这个态度。而且我老黑不是溜须拍马，老大是我带到南疆的，我要对他负责。王爸正想继续干老黑，这时一个小弟慌张地走了进来。各位老大，快逃吧！城西陈家攻来了，多少人？起码200人。我们大楼里还有多少人？只有40多个了，快逃吧！逃！我们他喵的往哪逃？城北和城东都是桑大城的地盘，他能让我们活吗？城南就是我们最后的阵地，大家一起上，干他丫的！不到半个钟，乘风破浪公司的人个个身受重伤。王爸跪下投降，陈曦或许能给你个差事。投降你个猴子！一帮乌合之众，老子上次来洗个澡都得挨打，今天这个仇算是报了。陈如昌，你他喵的别狂！要不是我们老大出事了，我们早就把你城西打下来了。王爸，你也算是江湖上的一个人才了。我陈公子今天给你机会，向我磕个头，拜到我陈曦门下，以后继续让你当老大。去你丫的，就你也配？哼，我倒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棍子硬。陈如昌说完，一棍砸在王爸的脑壳上，但王爸就是硬朗的站在那里，宁死不肯跪下。陈如昌，你特么继续砸，看看你爹我的骨头够不够硬？套你猴子的！还不认输是吧？那我就把你打服。王爸这个人要强，不认输也有他的道理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我故意迟回来几天，就想看看你们做的怎么样。好家伙，我的老巢都要被人抄了。陈公子，你心心念念的盼着我死吧？陈公子，咱们之间没有深仇大恨，起因都是我身后这个女人，对吧？是的。我真正的仇人是谁？你应该知道吧？城北强盛集团。对呀，城北多繁华，我要是打下来，也可以分一点给你。我们窝在这里内斗算啥？我凭什么信你？你要实在不信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你3天之内把这个女人送给我，我就信你。明晚就送给你，我亲自送过去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陈如昌实在没有勇气跟我对阵，只能带着手下离开乘风破浪公司。很快我们就来到会议室，在老黑的汇报下，我已经了解了公司的情况。在咱们乘风破浪做小弟，什么最重要？所有人沉默不语。能力是次要的，因为你们没人能力比我强。当时丧彪带着你们满城追杀我，是老黑在关键时刻绑架了你们的家人，帮我绝地翻盘。再说了，他虽然绑了人，但你们扪心自问一下，他照顾的好不好？老大，老黑照顾人这方面确实很有招式，我家襁褓中的婴他都能照顾的不哭不闹。那老黑这样的兄弟不值得珍惜吗？我把话放着，以后谁他妈敢动老黑，就是动我马小六，听到没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王爸，你很想当老大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当老大靠的是功劳，而不是靠前任老大被砍死。老大，我真没盼着你死，我这不是为了公司长远考虑吗？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不，你没错，你做的很对，
这乘风破浪公司是大家的公司，而不是我马小六一个人的。如果我出事了，大家要把这个公司撑起来。所以今天我决定，乘风破浪公司的股权由在座的12个人平分，大家都是这个公司的主人。现场所有人都傻眼了，这公司的激励力度搞得评论区都有人想去面试。当然，公司的财务制度还是要统一管理。从今天开始，公司50%的收入交给冷宁打理，如果有反对意见的，反对无效。什么？冷宁一个技师算特么什么？王爸脱口而出，然后又一巴掌打在自己嘴上。不好意思呀，大嫂，我这人心直口快。她是大嫂，而且这次我出事是她救了我的命。从今天开始，如果我不在公司她说了算。好了，下面开始谈正事。既然我回来了，那我们下一步准备干什么？大家有没有思路？干桑大城，干城北。理由：桑大城数次想干掉我们老大，而且城北最为繁华，不干城北天理不容。其他人觉得呢？我猜老大要干城西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老大明晚就要全面进攻城西，将城西彻底拿下。理由：因为老大刚才答应明晚把大嫂送给陈如昌的，但是把自己女人送人，绝对不是我们老大的风格。那唯一的解释就是，老大明晚要踏上城西的地界，把他们全部打服，抢钱抢粮抢女人。哈哈哈，果然是个人才。当过卧底的都知道，不会黑吃黑的卧底不是好卧底。黑老大之子想要抢老子的女人，但我表面上说是要将自己的女人亲自送到他房间去，实则却是盘算怎么攻打对方的地盘。王爸，你来说说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明晚打城西？城西正在搞大学城，咱们要是能把城建工程拿下来，那特么比卖粉的利润还高。趁强盛集团还没插手城西的事，我们得尽快去站稳脚跟。哈哈哈，说得很好。攻打城西这件事交给王爸你一手操作，你先连夜写一个方案给我。老大，我特么不识字，连我自己名字都不会写。其他人有识字的吗？自认识我不认识他。我上学的时候哪个老师没挨过我的打？老婆，你能不能请个老师过来开个扫盲班？大家一听说要上课，起身就要逃。如他喵给我站住！谁不上扫盲班，我他妈就砍谁！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，每个人必须认500个字，以后每个月都要月考。谁少认1个字，我就砍谁一刀。谁考了第一，我到时候分地盘的时候多分一点给他。最近南疆黑恶势力动荡不安，为了稳定局面，警长秦为民很快就把各地区的老大召集到了一起。最近出了很多事，上面盯得很紧，如果再出事的话，谁都逃不掉。你们给个态度吧。老齐，你放心，我们强盛集团是合法企业，我保证城北和城东肯定不给你添麻烦。我向来就是一个和平使者，道德模范。去他苗的道德模范。是吧，桑总？我们平时关系都很好的，相处一直很愉悦，是吧？是的。要不我们握个手，言和言和。握一个吧，你们两家再这么斗下去，你们全都得给我进去。秦为民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桑大臣没办法，只能跟我握了握手。秦老大呀，我城南市绝对不会主动进攻城北和城东的，但是如果他们干我该怎么办？我相信桑总不会的，是吧，桑总？放心吧，老钱，你在南疆一直很有分量的，你说1，我绝不说2。桑大成说完就离开了，而我却异常开心。城北和城东应该是稳住了，这样就可以心无旁骛的干城西了。离开警署后，陈涛恶狠狠地盯着我。小杂种，你忽悠得了我儿子，你可忽悠不了我。神特么和平相处。陈总，看来你对我有些误会，要不我们也握个手言和一下？握你个锤子！回到乘风破浪集团后，王爸开始介绍攻打城西的方案。我想准备15辆车，半夜行动，把他们厂子全部给废了，然后烧了他们陈家的祠堂。这帮狗日的真毒啊！这是获得了马小六的真传呢。总体方案很好，但是有2个小八哥。老大，什么叫2个小八哥？鹦鹉啊？就是不足的意思。先说第一点，你这个半夜奇袭的战术确实能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，但是陈家早已把城西当作不可侵犯的领地，我们打得越狠，他们反抗就越大。那怎么解决？当时我是怎么说服你们的，都忘了吗？以后你们给我记住了，凡是遇到抵抗激烈的，攻心为上。好一个攻心为上，我马上安排。老大，第2个八哥是什么？你这最后一步，烧他们祠堂，激怒他们的办法很好，但是光烧祠堂还不够，你是不是考虑一下挖了陈家的祖坟？这样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更加狗急跳墙？冷宁听到我的坏主意后，忍不住惊呼了一声：这些坏王八犊子实在是损！大嫂怎么了？看起来脸色有些苍白，难道是有喜了？滚！你们俩，我出去透透气，里面有点闷。好了，方案已经很周详了，大家各自领了任务去办吧。老大，这里面有个小问题，我去找大嫂申请经费的时候，大嫂问的特别详细，你说这他妈是她一个娘们该过问的吗？那她经费给你了没？给是给了，但是她不让杀人，她说如果我杀人了，她会让我死。这他妈老黑从哪找来的技师啊？这快要骑到我们头上拉屎！闭嘴！你他妈可以跟我马小六过不去，但是你要敢朝大嫂龇牙咧嘴，我撕了你！很快城南就开始攻打城西，趁着月黑风高，一个一个端了陈家的厂子，烧了陈家的百年祠堂，挖了陈家的历代祖坟，
行动结束后，好像什么事都跟他们无关一样。妈的，陈家在我手上算是毁了，我对不起列祖列宗了。陈家但凡能活着的男人都跟我上，杀了马小六，为祖宗们报仇。紧接着，陈涛带着手下浩浩荡荡来到乘风破浪集团，然而现场的景象却吓坏了所有人，几十名特警端着冲锋枪，将陈涛等人牢牢锁住。老陈，你带着这么多人干嘛呢？散步不行吗？散步散出这么大火气，陈涛，你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了是吧？秦伟明，马小六烧了我的祠堂，这深仇大恨，你说我能不报吗？你哪只眼看到马小六烧你家祠堂了？这一晚上他都在陪我喝茶，我只看到你带着手下堵住人家的公司。这不是我陈哥吗？这么有空请我吃饭呢？马小六，我套你祖宗！陈涛说完，直接端起土枪对着我。哎呀，我好怕呀！秦局在现场，你都敢举枪杀人，你有没有把秦局放在眼里？老陈，有话咱好好说，谁挖你的祖坟，烧你的祠堂，我会尽快调查。我不听，他可以打我骂我，但他不能烧我陈家100年祠堂，我怎么面对我祖宗在天之灵？陈哥，你有这功夫，还不如赶紧回去，把你祖宗那些烂骨头烂肉收拢收拢，重新再埋进去。我的话彻底让陈涛失去了理智，陈涛立马扣动扳机，但我一个战术翻滚，直接躲到了秦维明身后，结果陈涛一枪差点打中了秦维明，现场特警一看，毫不犹豫纷纷开枪，陈涛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其他人都给我放下武器，否则当场击毙。陈家余孽一看特警动真格了，吓得立刻放下了武器。这种犯罪分子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你刚才往我身后躲得很熟练啊！我们老百姓遇到坏人了，肯定得靠秦局庇护嘛。行了行了，城西的事情我会调查清楚，你不要得意太早。秦维明走后，王爸就来找我汇报战果。老大，陈家骨干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已经没有主心骨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城西是我们的天下了。这次抄了多少钱出来？800万。多少？800万啊！马乐隔壁的呀，这王爸比我还贪，他是把小数点左边的部分全部截留了吧？王爸，你把脑袋伸过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。老大，我拿全家老小的性命发誓，我1分钱都没贪。放屁！老大，我要是贪了1毛钱，你立刻杀了我。那抄出来的800万呢？都上交大嫂了，1分钱都没剩。你看我是不是太实诚了？你交上去容易，领出来就难了。老大，虽然钱是少了点，但是我抄出来另外一样好东西。啊，什么好东西？王爸挥了挥手，紧接着一个绝色美女被带了进来。这是陈涛的情人于小娜，是个模特。我怀疑这个女人知道陈涛很多的犯罪事实，把她送到我房里，我要连夜审问。对了，这事就别让大嫂知道。是。我不要你们这帮土匪，我要回家。紧接着于小娜被带走，我又继续给王爸画大饼。王爸，以后你就是城西老大了。王爸只觉得热泪盈眶，没想到我这么赏识他。老大，泪水都表达不了我此时的心情。王爸，咱们看中了城西的商机，你以为桑大成兄弟俩眼瞎吗？咱们只是趁强盛公司不备，抢了一手先机而已。将来城西遇到的凶险大着呢，眼泪流着以后哭吧。只要有老大的支持，我有信心。正在这时，一名手下绑着一个小伙走了进来。马总，陈家公子陈如昌抓到了，蹲在野外躲了一夜。老大，你看怎么处理呢？他昨天砍了我1刀。王爸，你是城西老大，你说了算。当卧底真的很危险，黑老大下毒害我让他有去无回。为什么桑硕会在这里开间孤儿院？这里肯定没那么简单。未来20年，谁占据城西，谁就是南疆首富。但是你不能独吞城西。桑哥，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必须得插一脚进去。可以，你插进来吧。什么？这小子怎么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？谈谈你的条件吧，你的要求应该不会很低吧？我城西的生意让桑老板插一脚，那么桑老板在城北和城东的生意也让我插一脚。哈哈哈，倒也算公正。城北的 KTV、赌场、酒吧，你都可以插进来。你应该清楚，我要的不是这些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嘿嘿，你听得懂？桑硕的笑容荡然无存，没想到我的胃口这么大，居然敢觊觎自己最核心、最敏感的事。老弟说的是大事情，我得研究一下，改天给你个回复。小兰，桑伯伯来客人，倒杯茶给客人。桑伯伯来了。很快，一个10来岁的清纯少女捧着茶走进来。哥哥，这是我们自己采的仙女茶，请喝。老弟应该还没喝过吧？快快品尝。仙女茶，仙女茶，是不是得让这位小仙子用嘴喂我才会更香？哈哈哈，老弟果然有雅兴啊！小兰，你用嘴喂他。小兰含着茶水，准备嘴对嘴送到我口中，但我一把掐住她的脖子，结果茶水倒灌进她的胃里，小兰当场倒地一动不动。她下毒的手法很隐秘，可是终究还是稚嫩了点，怪不得大成输在了你的手里，确实输得不冤枉。桑老板，今天可是你约我来谈事的，这就是你谈事的风格吗？你觉得你占据了城西，我就做不成城西的生意了吗？我觉得如果没有我马小六点头，谁都进不来。桑硕快要被气疯了，随后10个顶级高手出现在我面前。在南疆让我折死，
桑总，你要是动了我，你不怕 Lisa 没命吗？什么？她是你的命门对吧？只要我今天安全离开这里，就没人能动她。反之，她必死无疑。今天我可以先放过你，但是我警告你 ，Lisa 是你高攀不起的存在。攀不攀得起，你说了可不算。你要是伤害她一根毛，我就让你万劫不复。还有，城西我吃定了。离开孤儿院后，我立马拨通了上级的电话。韩处在不打草惊蛇的前提下，派人秘密调查南疆孤儿院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不对劲。好，我跟桑硕谈了一次，谈得怎么样？我对他的判断没错，他想做城西的正当生意，但是又不相信我能在城西只手遮天，所以陷入了僵局。那你打算怎么破局？那我就只手遮天给他看，打到他服为止。刚挂完电话，突然一辆警车停在我面前。从今天开始1个月内，我希望南疆太太平平，不要有打架斗殴。我们强盛集团向来就不爱打架闹事，秦局您放心吧。马总，你觉得呢？秦局的命令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宗旨。马总，你那些浴场能不能先关上一阵子？为什么呀？我们那可都是正经生意啊！不营业的话，我的兄弟们和女技师喝西北风啊！你那行业实在有碍观瞻啊！最近有重大国事活动，请秦局放心，我们肯定以大局为重，该关的场所肯定关，不给政府添麻烦。我希望你们说到做到，在这段时间里，谁敢毁我秦妹明一阵子，那我就毁他一辈子。从警局出来后，我来到城西后街，本想在酒吧里喝点小酒，琢磨一下城西的扩张计划，没想到一个很时髦的女孩悄悄来到我面前。帅哥，陪姐喝几杯呗。你的胸太平了，没资格跟我喝酒，滚开！他妈的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你谁啊？我是后街琪姐，小逼养的，你最好打听打听，在整个后街，谁见了我敢不给面子的？没听过什么后街琪姐，但是你刚才骂我了，你可能会挨打。卧槽，你他娘的哪所大学的？信不信我把你整死？一群混混一看有人得罪了大名鼎鼎的琪姐，立刻围了上来。告诫裴姐，敢得我们琪姐，想死是吧？小子，你他妈今晚得罪我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么今夜让我睡一夜，否则我的火气可能消不了。琪姐这么大火气啊？你老大是谁？我老大是大名鼎鼎的王霸霸哥。霸哥在城西这么大名气啊？废话，整个城西都是我霸哥罩的，一人能砍一座城，是跟城北桑大城、城南马小六齐名的老大。琪姐，霸哥还不能跟马小六齐名，他是马小六的小弟。差不多，霸哥的地盘比马小六的还大，小弟比马小六还多，霸哥早晚要超越马小六的。你这句话会把霸哥害死的，你知道吗？叫你们霸哥来吧，我今晚本来就是来找他的。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霸哥什么身份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行，你别说了，我现在打电话给他，我都要看看霸哥现在多牛逼。说完我就拨通了王霸的电话。王霸，我在你厂子里被你小弟围了，给你10分钟时间过来，否则我砸了你的厂子。哟，还会打假电话糊弄人？我是你们霸哥的老大。就你这气质还老大，鬼才信。是吗？兄弟姐妹们，给我教训这个出言不逊的小子！打完了送我房间让我睡。10分钟，你们老大就过来了，等等再打也不迟。卧槽，搞得跟真的似的。那我就给你10分钟，要是我们霸哥不来，我他妈今晚弄死你！当个卧底我容易吗？只是因为长得有点小帅，就被手下垂涎美色，小太妹甚至还扬言要睡我。兄弟们，给我教训这个出言不逊的小子！打完了送我房间让我睡。10分钟，你们老大就过来了，等等再打也不迟。卧槽，搞得跟真的似的。那我就给你10分钟，要是我们霸哥不来，我他妈今晚弄死你！紧接着，王霸带着贴身手下，怒气冲冲地打了过来。老大，里面有个傻逼冒充说认识你。那他们是我老大。老大，你来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？饭吃了没？我他妈要不是偷偷来转一圈，我哪里知道你王霸在城西那么大家子啊？王霸真的很怕我，都快被吓尿了。紧接着他一把拽住琪姐，啪啪就是几段活。你他妈信不信我把你弄到窑子里面？行了，小姑娘一个，别把人打伤了。今天找你有正事，跟我出去转转。王霸，最近几天风声紧，不要跟城北和城东的人正面冲突。是，老大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乘风破浪公司的允许，一辆工程车都不许进来这里，你能做得到吗？老大，你放心，哪怕我睡在工程车轮子下，我他妈也不让他们进来。睡车轮用不着，你给我撑住一段时间就行。我要让城西的路上行驶的都是我们乘风破浪的工程车。我就知道老大是有雄心壮志的。你也是有雄心壮志的人。走，跟我去找南疆师大的张思全校长，新校区的工程都是他负责。
很快我就带着王爸来找张校长，还没走进办公室，就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。这不是我高中女神老师的声音吗？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张校长，你别这样，我是有丈夫的人。哎，老师啊，你丈夫在强盛公司的赌场里欠了整整200万了，你不跟我好的话，怎么还这笔债？我不是那种人，求你别逼我。你跟我好，我可以让追债的人把你的利息给免了，你们可以攒着钱慢慢还本金。你别逼人太甚。妈的，你敢打我！张思全直接将白洁按在了办公桌上，准备开始干人事。张校长实在是有辱斯文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，竟敢闯我办公室？马小六，这个坏学生怎么跑到南疆来了？他不是在东州读公安高专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难道又逃课了？多么性感的绝美少妇啊！可惜嫁了一个垃圾。你先回家，待会我慢慢跟你说。好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快滚出我的办公室！这是我们老大马小六。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城南马老板，你闯我办公室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跟张校长谈谈南疆师大的工程。马小六，谁给你的勇气来跟我提这个要求的？有什么资格插手南疆师大的事？你特么说话客气点。白骡子，你想砍我啊？这里是象牙塔，收起你们社会上那一套。操你妈的，我弄死你！王爸准备过去干张校长，但我伸手拦住了他。象牙塔很圣洁吗？象牙塔就可以对女老师动手动脚吗？马小六，那可是几十上百亿的工程，你知道你是第多少个登门的吗？我不管我是第多少个，南疆师范大学在城西的项目只能由我来承包。我跟桑硕兄弟是多年的好友，工程总牵头肯定是强盛集团的。你是不是觉得使用武力就能强揽我的工程了？张校长，您多虑了。每个行当有每个行当打交道的方式，你不是混混，我们肯定不会用对付混混的那一套对付你。算你识相，你们可以滚出我的办公室了，一群蟑螂。但是一码归一码，你对付白洁的手段比混混还下流，那我只能用混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。什么？你敢动我？我可是高级知识分子。王爸，秦局不准我们闹事，但是见义勇为算不算闹事？不算。那就弄他，别把手弄伤了，到时他还要跟我们签合同呢。好累。王爸抡起铁钳就开始打。不一会儿，张思全满脸伤痕躺在了地上，而白洁从学校离开后，刚回到自己的出租屋，一群混混就踹门冲了进来。白老师，都到月底了，欠咱的利息是不是要还了？三角眼，我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。白老师啊，这一拖再拖可不行啊，要么肉偿。你们别太过分。就你那废物老公有啥用？要么跟他离了呗，跟我三角眼过，我做梦都想娶一个你这样有文化的女人。你们给我滚出去，否则我要报警了。报啊！你怕是喊破喉咙都没人能救的了你。三角眼正想干人事时，我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。谁给你的胆量，竟敢欺负我老师？白洁一看到我，立马躲到我身后。你特么谁呀？马小六。我建议你们把刀子收起来，这是为你们好。我的江湖故事谁没听过？在我面前动刀简直就是自杀。三角眼和小弟们赶紧收起了砍柴刀。为什么小六一句话就能让这些无恶不作的混混放下屠刀？马小六，城东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城南来插手了？现在插手了。你们今天是来讨债的对吧？通知陈雷回来，白老师家的债务我来还。很快接到通知的陈雷快速跑了回来。你他妈什么人？到我家做什么？他是马小六，我教高中时候的学生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偷看过你写给他的信，你高中的时候就惦记他，现在也惦记。小六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特么什么意思？陈老师，咱们长话短说，你爽爽快快跟白老师离婚，你欠的所有外债我帮你还。小东西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钱马上就到，就问你答不答应离婚？难道真的天上掉馅饼了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不一会，王爸拎着手提箱走了进来。三角眼，算账吧，看看陈雷老师欠了你们赌场多少钱？本金200万，利息400万。老大贷少了。你能办什么事？贷了多少？贷了300万。我特么以为200万本金，最多100万利息就顶天了，没想到城东的赌场比我还黑。只贷了300万，拿去吧，剩下的免了。不知道我马小六有没有这个面子？有没有面子我不知道，我得请教一下我们窦爷。紧接着三角眼拨通了窦爷的电话。窦爷，马小六出现在我们城东了。他来城东做什么？帮陈雷一家还赌债，问利息能不能免了。妈的，免个屁！他来我们的盘上不砍他已经算幸运了，还给他免？你告诉他，他马小六在我城东窦爷面前没脸。收到。三角眼一脸得意地挂断了电话。窦爷说了，城东他说了算，你在城东没脸。很好，这300万你先拿走，剩下的钱我过几天亲自给他老人家送去。现在在我没动起砍人之前，赶紧滚！
三角眼不敢继续造次，只能带着手下拎着钱离开。陈老师，离婚的是怎么样？你先等等，我先去跟三角眼说声谢谢。离婚的事情咱们待会再说。陈雷说完，火急寥寥的出门去追三角眼。三角眼，咱能不能多伪造一些债务？什么意思？你看哈，那傻子那么想替我老婆还债，我们捏造个1000万的债务，到时候你一半我一半。好主意，只不过他这个人可不好惹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有特么什么不好惹的？就我老婆一个傻学生而已。行，那我帮你伪造1000万债务，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，要是出事了你一个人扛。跟三角眼密谋后，陈雷就返了回来。陈老师，我已经帮你们家还了300万的债务了，可以把离婚协议签了吗？那不是还差着300万没还上吗？而且我另外还有一笔债务。多少？1000万，没问题。当过卧底的都知道，赌场上包赢的秘诀就是不允许别人用签术，而自己却偷偷出老千。老大，我们到底是来送钱的还是来赢钱的？我也没听说你会赌钱啊！闭嘴！哟，皇家瑶池不敢接纳赌客是吧？要么直接关门算了。请问马老板是要来替陈雷还钱了吗？先赌一把，赢了钱再替他还。乐能大，我们强盛公司确实不如你马小六。论完钱，我特么能把你坑死。马老板一看就是一个赢钱的面相，里面请。算盘斗，我有个事要先跟你确认一下，我马小六在城东没脸，对吗？马老板啊，面子可不能当饭吃啊！城东这个地方只看钱不看脸，要是大家都讲面子，咱们这市场经济不就乱套了？你特么收人家的利息比本金还高了好几倍，你学的是哪个国家的市场经济？愿赌服输，这没办法。要是我欠了马老板的债，我也照还不误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趁着我走进赌场的间隙，窦爷来到卫生间打电话请示桑大成。老板，马小六来城东赌钱了，是不是找人做了他？现在形势有点紧，你的实力还不够做掉他，但是有人会做掉他，你等着吧，待会我们给他下一剂猛药。好嘞，要是让他全身而退，我这老窦也不用混了。美女长得不错，你摇头中，我跟你赌一把。马老板想怎么玩？500万，压大。美女，我要是输了，这500万是你们强盛公司的；我要是赢了，你来我公司上班怎么样？马老板，买大买小得等我摇完才能下注啊！我就买大。美女，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你这把摇出来的肯定是大。那可不一定。紧接着，美女荷官玉手一挥，开始摇骰。好运来了，开吧。女荷官微微一笑，打开头中。大是大，你是我们公司的人了。老大，你怎么就知道他一定能摇出大？难道他要赢城南老大500万？一边是被城南老大砍死，一边是到我们乘风破浪拿高薪，换你怎么样？马老板亲自到我们城北来消遣，不如让小六子陪马老板玩几把。这时皇家瑶池六爷走了出来，此人之所以叫六爷，是因为他号称南疆赌场第一人。六爷都出马了，看来今晚皇家瑶池是要吃定我了呀！马老板放心赌，你在我们城东虽然没脸，但是有信用。无论马老板今晚在我们这借多少，我们都无条件借给您。我可真是谢谢你。南疆怎么可以有2个六爷？今晚这一局决定谁才是南疆真正的六爷，6个头子比谁摇出来的点数最大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马老板下注多少？赌钱是违法的，咱们不赌钱，只分高下，如何？如果我赢了，你跪下给我磕3的响头，骂强盛公司是王八蛋；如果我输了，也一样。今天要是能逼马小六这个小杂种磕头认输，我得给我们强盛公司挣多大脸面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六爷说完，正准备拿起头中开始摇。慢着，怎么了，马总？我这人有3个特点。第一，我这人认赌服输，只要待会我输了，绝不赖账。这么多赌客都在看着，我不可能砸了自己的名声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公正。马老板要是这点信誉都没有，那也就不是马老板了。第二，我这人眼毒，只要谁敢在头子上或头中上动一点点手脚，我保证抓得你心服口服。第三，我这人心胸狭窄，只要谁敢在我面前出千，我保证他的下场很惨。六爷听到我的话，擦了擦脑门上的汗，随后悄无声息地将灌了水银的头子揣进了裤兜里。马老板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吧。六爷龙飞凤舞，拿起头中就开始猛摇，几乎是豹子啊，这特么还不赢。六爷果然是高手。马老板，该您了。紧接着我只是随手一摇，可以了。摇定离手，开。哈哈哈，六爷，不好意思啊，跪下磕头。我怎么着，想耍赖？六爷只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对着我磕了3个响头，随后骂了3句强盛公司是王八蛋。然而赌场管事的窦爷却一点也不生气。马老板，要么咱们去2楼贵宾厅玩，这里都是低端局，丢了您的身份。好呀。看来今晚的重头戏要开始了。在通往2楼的路上，王爸一脸崇拜地看着我。老大，你从哪学的赌术？能不能教教我？简直就是我心中的赌神啊！我特么出千了，我的骰子是水银做的。
马老板，你看看这2位荷官怎么样？他们是母女。一直听说皇家瑶池有2个镇店之宝，莫非就是这母女？不错，马老板难得光临我们皇家瑶池，这是我们送给乘风破浪公司的贺礼。我是妈妈秦芬，我是女儿秋雨。很好，收了，简直就是公司的颜值担当。全场所有人羡慕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，但却有一个公子哥愤怒地站了出来。臭大头，这对母女我跟你讨了那么久你都不给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老大，他是警长秦为民的儿子秦昊，吃喝嫖赌样样都沾，秦为民快为他愁死了。怪不得强盛公司把秦芬和秋雨送给我们，原来是在设局坑我。当过卧底的都知道，只要带美女回自己公司上班，就会招惹到警长的儿子。但别以为你爹是当官的，老子就怕你。今天真是蓬荜生辉啊！马老板也在，秦公子也在。秦公子这是怎么了？谁惹着你了？这2个人，我秦昊给你们讨过10几次了吧？你给了吗？没给。你当时怎么说来着？我说这对母女是镇店之宝，非卖品。那你们为什么让他们去乘风破浪上班？你在寒碜我吗？秦少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的下属做事不稳当。老道，你干的这叫什么事？你现在叫我怎么办？对不起，老板，马老板名气大，实力强，我就顾着拍马老板的马屁了。这事是我办错了。真尼玛唱的一出好戏啊！桑老板，你小弟办事这么不牢靠，这不是制造我跟秦公子之间的隔阂吗？这么严重的错误，是不是该打？麻痹的马小六真是个见缝插针的难缠人物，确实该打。那就打呀！要不是秦局说了这段时间不准闹事，我特么就亲自替你教训小弟了。肉爷一脸委屈的看向桑大成，尼玛，这可都是你安排我做的，你总不能拿我开刀吧？不拿你开刀，这戏还怎么演？给我打！随着桑大成一声令下，手下立刻将窦大头按在了地上，一阵拳打脚踢。窦爷，这是你今晚挨的第1顿打，待会还有1顿。这种狗打死了又有什么用？关键是这对美女怎么办？秦少，这对母女已经送给乘风破浪了，等下次遇到更好的，我立刻给你送上门。我就要他俩。桑大成假装很无奈的看向我，马老板，你看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桑大成啊，桑大成，你特么原来是北影毕业的，你不会觉得我马小六是一个容易让步的人吧？老子可是城南老大，要是在秦昊面前服软了，这事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？去你麻痹的马小六，一条乡下来的土狗而已，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爹是谁？不想死的话，赶紧跪下来。秦少，我跟你父亲关系还不错，听哥一句劝，你今天收了吧，别跟我闹。马小六，你他妈什么东西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秦昊把话放这，今天谁要在我面前把这对母女带走，我以后让他在南疆别混了。那就是没得谈喽。废话，我是在跟你谈吗？我特么是在命令你。我笑着转过身去，所有人以为我怂了，但下一秒，敢特么朝我马小六哼哼唧唧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。这步棋下的实在太妙了，马小六啊，马小六，你也就那点水平了，除了能打，一点脑子都没有。桑大成还在暗暗自喜，但下一秒他就被吓傻了。王八做了秦昊。什么？做了秦昊？老大，这可是秦为民的儿子啊，杀了他的话，南疆怕是要血染半边天。我今晚就要让南疆血染半边天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做了秦昊。是，王爸无条件信任我，他立马拔出杀猪刀走向秦昊，这股杀猪的气势犹如地狱的魔鬼。不能杀！马小六，你特么想死别拉着我，他可是秦为民的儿子。桑大成慌了，他本想挑起秦昊和我之间的恩怨，借秦为民的手灭了我，没想到我这个傻逼直接就要杀秦昊。你他妈的，他要是死在这里，我们全都得完蛋。完蛋就完蛋呗，桑老板你怕了？咱先救人行不行？行啊，但有几件事咱先说道。接着我看向窦爷，你们城东窦爷比我还老六，昨天大摇大摆收了我300万，这也就罢了，关键他说我在城东没脸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在城东到底有没有脸？窦爷也彻底慌了，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我的雷霆手段。那300万和陈雷的欠条，马上派人送到您公司。我马小六就是那么好打发的吗？我刚才说了，你还有1顿打，现在信了吗？老道，磕头吧，你今天算是栽了。窦爷没办法，只能在我面前磕着响头，然而我却一脚踹飞他。马小六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我不满意，你也跪下磕头。马小六，你特么别过分！你让桑总给你磕头，你当我们皇家瑶池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？桑老板，这次可是你先出的招，不敢赌了是吧？你要是不磕，看我敢不敢杀秦昊。紧接着我又踹了一脚奄奄一息的秦昊。我操你妈的马小六，你就是一条疯狗！桑大成咬了咬牙，最终还是跪在我面前。老大，你这一跪，我们强盛公司就没脸了。给我磕头！桑大成含着泪对我磕了3个响头。很好。把秦昊送去医院吧，桑老板再见，谢谢您今天的盛情款待。我前脚转身离开，桑大成后脚就喷出20年的老淤血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去报告秦为民，就说他儿子被马小六打成了重伤。是。马小六，我一定要你死。
马小六，你这个畜生，竟然对我儿子下这样的死手！还没等秦为民出手搞我，我就独自一人大摇大摆的来到医院。你就真以为我办不了你吗？你还敢来医院？秦局，再让秦昊这么玩下去，你就被他玩死了。我的儿子我管，我需要你插手吗？秦局，我没兴趣替你管儿子，但是我有兴趣管你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秦昊已经欠了皇家瑶池1000万了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强盛公司为什么没向我要债？秦局，你是气糊涂了吗？他们要的不是钱，要的是伞。你不动他们，这1000万的债务就不爆雷；你动他们，他们立刻就拿着这1000万做文章。你怎么死都不知道？这个逆子！我打秦昊这件事是强盛公司做梗，想通过你弄我。秦局你帮过，所以这次我要帮你一把。你要帮我还1000万吗？你觉得我会要吗？我没准备拿1000万出来替你还债。那你想怎么帮我？秦昊不能待在国内了，只能出国换个名字上学。我有通道可以帮你把秦昊送出去。帮我这么大的忙，我要帮你做很多事吧。强盛公司想拿我当做工具，你不也一样？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用钱裹挟你，而我跟你之间没有1分钱的来往。你将来随时抓我都可以，没有任何包袱。你就说通透不通透？通透，这个年轻人真的很通透，才19岁，怎么会有这么成熟睿智的思维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乃常山赵。经常当卧底的朋友都知道，会撩妹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就像这位黑老大，随便打个电话就能把曾经的女神老师约出来喝酒。白老师，你家的债务全部清光了，你来把借条拿回去吧。真的假的？滴水之恩是不是应当涌泉相报？要么我请你吃饭聊聊。行。王八、烟仔，你俩陪我去城东吃饭，其他人回去。老大，就2个人陪你去城东不安全吧？要么多派点人手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强盛公司不敢大规模乱来。是。老大这次为什么要带烟仔在身边？在11头目里，烟仔排名老5，本来战斗力是可以的，后来吸毒之后身体就废了。这是借条，你看看对不对？是的。撕了吧，就像把过去的苦难撕碎一样。白洁一边看着欠条，一边哭得稀里哗啦。小六，我想跟你喝酒。好，咱们今晚不醉不归。和白老师聊得正起劲时，不远处10几个混混拖着砍刀往我这边靠近。妈了个逼的马小六，我三二叔在医院被你搞成抑郁症了，你特么不是没天理！小六，他们是要砍你吗？有王八和烟仔在，不用管他们。来，我们喝酒。王八和烟仔从腰间拔出杀猪刀，想动老大，简直就是找死。很快，王八和烟仔就把对方10个人全部砍翻在地，而白洁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了。六啊，我不行了，送我回家好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上一秒扶着白老师回到家，下一秒陈雷就回来了。马小六，你来我家干嘛？陈雷，你别忘了你的承诺，我帮你把赌债还清了，你现在可以跟白老师离婚了。可是我还有1000万的债务，你确定吗？三角眼可以证明。那你把三角眼找来。紧接着三角眼赶了过来。三角眼，把我的欠条拿出来吧，有人要替我还钱。小三啊，你确定他还欠你钱吗？三角眼被我吓得一哆嗦。妈的，豆爷被打的现在还神志不清，连桑大成都被搞得抑郁症住院了。我三角眼有几条命够他玩的？马老板，陈雷已经不欠我债，2清了。三角眼，我们不是说好的？说好你麻痹啊！你想死别拉着我，以后别踏马来找我了。三角眼说完就跑，陈雷还一脸懵逼。陈老师，现在已经讲清楚了，你已经不欠外债了，现在可以离婚了吧？你特么说离就离呀！我离了婚吃什么？我可是他的合法老公，我天天可以睡他，你气不？白洁一听这个无赖又不答应离婚，气得眼圈都红。陈雷，你还是个男人嘛？陈老师，这次我着急出来，没带那么多钱，你10分钟后来楼下找我，我先让人带你去潇洒一下。老大，我刚才看到陈雷上去了，这狗日的估计不肯跟白洁老师离婚吧？这犊子我得先帮他戒毒才行。烟仔，你带陈雷出去玩玩，玩你最擅长的。稍等，烟仔的眼睛直接亮了，而王爸却后脊背发凉。怪不得老大要带烟仔出来，原来是这么帮陈雷戒毒啊！马总，你不是说派手下带我去潇洒吗？对，这是烟仔，他带你去玩，保证让你爽死。这张卡有50万，不够随时找我。马老板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对我付出了真心，我早晚跟白洁离婚，把她让给你。玩得开心点。接着烟仔就带着陈雷戒赌去了。老大，今天要不要去东方花园那套房子休息？陈涛那个小情人于小娜还关在那里呢。他这2天有没有1哭2闹3上吊？哭闹倒是有的，但让他去死他也没那勇气。把他给我看好了，这个女人有大用场。是，我还没想好去哪里睡觉，4个蒙面人举着枪来到我们后面。王八，快跑！
老大怎么办？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好，待会我数到3，我往南跑，吸引火力，你往西窜到巷子里面，我们分头回去。是，老大。1，我是马小六，来杀我吧，大傻逼！很快我就消失在黑暗的巷子里，杀手们似乎也很忌惮我的战斗力，就扬长而去。而我遭到枪手刺杀的消息，瞬间在南疆黑白两道引起了轩然大波。马勒戈壁的踏平城北，踏平城东，把桑大城这条老狗碎尸万段。你们大半夜的聚集这么多人干嘛呢？夜里睡不着，想出去散步减肥，不违法吧，王 Sir？ 散步？你他妈是散步的样儿吗？叫你们老大出来！我们老大伤得很重，正在治疗。马小六被打成重伤，以这犊子的性格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看来这是麻烦了。现在是关键时期，你要是敢闹事，你们都得完蛋。紧接着，我在手下的陪同下，缠着红色绷带走了出来。老大，马小六，快让你手下散了。 2枪，我特么整整中了2枪，不杀桑大成，我这火怎么消？桑大成都被你弄抑郁住院了，不一定是他搞的刺杀。在南疆，除了你们警方，除了强盛集团，谁敢朝我开枪？你现在说不是桑大成，那难道是你王光明吗？别他妈往我身上泼脏水，你就说怎么样才能撤人？叫桑大成来城南见我，绝对不行。桑大成要是来了，哪还有命回去？那我去城北见他，这样行吗？他特么要是不心虚，就不敢不见我。你去找他可以，但是不能带人。扯淡，不带人，我们老大的安全怎么保证？王 Sir， 你跟桑大成一伙的吧？你这边架拉的也太明显了，真以为我们城南提不动刀吗？带人可以，但是得严格限制人数。 桑总，你也一把岁数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还敢搞刺杀，是逼我把你关进去吗？我真没刺杀他，我这2天得了抑郁症，我他妈正养病啊！你说你没刺杀他，谁信？走吧，他约了你在皇家瑶池谈。我不去，必须去！你们两边的小弟们已经剑拔弩张了，你们2个老大不面谈，难道真要千人互砍吗？经常当卧底的朋友都知道，只要遭到暗杀，就一定要嫁祸给死对头。就像这位看似受了重伤的卧底，此时正带着一帮小弟堵在黑老大门前。外人进入皇家瑶池要搜山，给老子干他！清完兵现在团。王霸和龙哥直接上去2棍，就把对方打翻在地。随后我带着手下气势汹汹走进皇家瑶池。操你妈的桑大成，跟我玩阴的是吧？马小六，你特么别太嚣张！双方剑拔弩张时，王霸直接拎出一把大菠萝。操你妈的！今天端了你们强盛集团！桑大成都快被弄哭了，明明自己什么也没干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我特么都住院了，还要被拉回来，被他用枪顶着脑壳，不是我桑大成干的。我特么要是干了，我也没什么不敢承认的。我现在干掉你也说不是我干的。所有人的枪都已经上膛，气氛搞得无比紧张，但桑硕却稳如老狗。强盛集团的所有人都出去。是，强盛集团的混混对桑硕的话唯命是从，绝不质问。看来你们兄弟俩想跟我单挑是吧？好，我特么马小六今天跟你们挑一场，乘风破浪的人也都出去。老大，给老子滚出去！不要让我说第2遍。是。马老板，现在这里也没有外人了，咱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。动静闹得这么大，到底想做什么？老子今天要桑大成的命。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你心里跟明镜似的，那杀手根本就不是我们派的。不是你们派的，还能有谁？演戏演的差不多也就得了，纱布缠在身上不怕起痱子，番茄之徒在身上不痒啊！桑大成听到他俩的对话，还处于一脸懵逼的状态。什么个情况？他是在演戏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难道我真的被马小六搞成猪脑了吗？你还别说，还真有点痒。2位老板，你们看哈，南疆现在已经进入1级安保状态了，你们竟然还敢派枪手当街开枪刺杀我！我特么再强调一遍，不是老子干的。这重要吗？问题是全世界都以为是你干的。桑大成气得直挠头，这次他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！南疆警方已经彻底被你们激怒了，秦为民搞不好要把我们全部剿灭，但我马小六光棍一个，烂命一条，被灭了也就罢了。可是2位桑老板家大业大的，要是一夜清零，多么可惜啊！真是愁死个人啊！别铺垫了好吗？有屁直放！我看着你那副嘴脸就很烦。我要1000万！你他妈穷疯了吧？原来想敲诈老子！桑老板啊，外面狙击枪都架起来了，只要我一掀桌子，外面成百上千的小弟就得火拼。要是警方出手了，咱们就得死。要不咱们试试，一起死呗！他喵的，这畜生居然拿命来敲诈！一起死就一起死，我桑大成不受你这个气。算了，大成，狗咬你一口，你还能反咬狗一口吗？拿钱出来吧，他特么是光脚的，不怕穿鞋的。哥呀，绝对不行啊！敏感时期，听我的没错。现在没那么多现金。
不，我要的不是现金，我要的是秦昊签字那1000万的欠条。什么？秦昊的欠条？桑大成先是一愣，接着又有点害怕，似乎是有什么秘密快要藏不住了。狗娘养的马小六，你他妈闹这么大动静，就为拍秦为民的马屁啊？你想拍马屁，你自己不会拿钱去送啊？套你猴子的！桑硕刚开始也是有点愣住了，没想到我这么兴师动众就是为了张欠条，但紧接着他竟哈哈大笑起来。马小六啊，马小六，你以为自己真的能抱上了秦为民的大腿吗？我们这些人都是坏人，互相伤害没问题，但是我们不能伤害好人。秦为民在我心里就是包青天，这件事我办定了。马德，死舔狗！小崽子，你还嫩了点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早就让大成把欠条还给秦局了。以为就你会在秦局面前做好人，我不会做呀，小子，我比你多拉了30年的米田共。我假装被桑硕的聪明头脑震慑住，但紧接着我嘿嘿一笑。哦，是吗？那你问问你的好弟弟，他还了吗？大成，什么意思？秦昊的欠条我没还给秦为民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不是想留个把柄，能拿捏他吗？我他妈早就告诉你，别用下三滥的手段对付领导，你就是不听，你难怪被他搞成抑郁症，我他妈早晚能被你气死。此时的皇家瑶池外所有人剑拔弩张，然而下一秒我却跟桑家兄弟有说有笑走了出来。老弟啊，你这一招是真的可以呀！我比桑老板少拉30年米田共，还很年轻，还要向桑老板多学习。哪里，你太谦虚了，我会让你10倍100倍还回来的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，特殊时期如果你们再起争斗，就别怪我下死手了。秦局，您别担心，我跟小六老弟相处得很好，起码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亲如兄弟，绝不给您添麻烦。就是，秦局，我们都是有大局观的合法公民，今天真是难为您兴师动众了，握个手吧。我掌中夹着一张欠条，伸出了纤细玉手。秦为民也很纳闷地伸出了手。小六啊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我马小六还是那句话，好人不应该受到伤害，否则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桑硕和桑大成气得脸都绿了，妈的，真是个死舔狗，真恨不得剁了这个狗杂碎。两人话语中满是不屑，但随后却惊出一身冷汗。他娘的，竟然拿老子的儿子做局！秦为民恶狠狠地瞪着桑家兄弟，我操你妈的马小六！当过卧底的朋友都知道，绝对不能狗着发育。毒贩派人暗杀我，我直接端了对方打。老大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不是强盛集团刺杀我们？那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那些亡命徒干的。你打烟仔的大哥大试试，我估计你现在联系不上他。王爸半信半疑，拿出手机拨打烟仔的电话。老大，真的联系不上烟仔了，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烟仔应该被绑架了。是谁？难道是桑大成那条老阴狗吗？不是他们，是毒劫。毒劫是南疆另一股地下力量，主要卖粉为生，非常神秘。但自从我接管了城南和城西之后，就不准他们在我的地盘上卖货。紧接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毒劫吧？马老板不但躲子弹躲得快，脑子转得也很快。别他妈废话，烟仔还活着吗？烟仔活着呢，只是活得不太好。马老板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看看他，顺便一起谈点生意。好，给个地址，我会派车子去接马老板。不过我希望马老板自己来，千万不要耍花招，否则烟仔会死得很惨。放心，我一个人去。老大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，我自己去就行。老大，你的命金贵，没必要为了烟仔去冒险。我马小六今天不为烟仔拼命，将来也就不会为你们拼命。你们记住了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到了晚上，一辆豪车停在幸福浴场门前，而边上还站着4个亡命徒。马老板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在车上，他们用黑布蒙住了我的双眼，天真的以为这样老子就找不到他们的大门。马老板架子可真大，见你一面不容易啊！我已经来了，把我的人放了吧。只见烟仔跟陈雷被死死捆住，估计遭了不少老罪。你说放就放啊？烟仔才值几个钱，你要的是我的命，要么你直接开枪。能在这种情况下还这么镇定的还真没几个，不愧是马老板，年纪轻轻这么有胆识，我他妈给你这个面子。来人，把烟仔和这位老师送回城，记得蒙上眼睛。是。紧接着烟仔和陈雷被蒙上眼睛送走。马小六，你不让我进你厂子卖货，你就应该知道今天的后果吧。来人，做了他。杰哥在江湖上混了那么多年，怎么一点江湖规矩都不懂？真是个土包子！你特么说谁土包子呢？我特么出来混的时候，你还是液体，你倒是说说看，我哪里不懂规矩了？我当上城南和城西的老大半个月了吧？杰哥来拜访过我吗？想在我厂子里散货，却不来拜访我。你当我的厂子是跳广场舞的地方？毒杰愣住了，他似乎懂我的意思。可是你的小弟说你不允许在你厂子卖粉，谁他妈会跟钱过不去？出来混的，要么大富大贵，要么挨枪子。
赚什么钱不是赚？我知道你们这行够狠，但是你未免也小瞧我马小六了。难道你真是来谈合作的？要不然呢？难道我会为一个小小的烟仔跑来送命吗？我之前不鸟你，就是觉得你他妈没有真正尊重过我这个老大。操！你这个态度倒是在路上。兄弟们，先把枪放下。马老板，那就说说你想怎么合作吧。你可以在我厂子里卖货，而且我保证安全，但是利润要5-5开。你他妈放屁！你来抢钱的，我他妈现在就干掉你，照样可以卖货，1毛钱都不用分给你。来啊，我他妈把话放在这，哪怕我死了，你们也别想在我厂子里卖一包货。我手下那些老大们对我多忠诚，你能想象？还卖货，卖你猴子的货！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，我毒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勇的老大。现在把他干了，估计真的没法去城南和城西散货。但是你他妈说的5-5开肯定不行。那你说几开？2-8开，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人在屋檐下，我他妈今天要是不低个头，你这当老大的在小弟面前也没面子。2-8开就2-8开吧。兄弟，你这个朋友我交了。杰哥今年有40岁了吧？以后我叫你一声大哥。好的，弟弟。毒杰被我忽悠的一愣一愣的，顿时觉得自己特别有面子。哥，我回去安排好散货的场子，咱们一起携手发大财。行，大哥送你。大哥客气了。出到外围，毒杰疑惑的看着我缠着纱布的手。弟弟，你身上怎么还缠着纱布啊？你不是没中枪吗？不缠不行啊，这里面包着定位追踪器，万一被你手下搜出来怎么办？你他妈阴我！大哥，对不住了，代我向你的祖宗们问好。毒杰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这张人畜无害的笑脸，瞬间气绝身亡。而至于他的手下，因为吃了没文化的亏，反应能力极差，直到现在才醒悟过来。但下一秒，都他娘的别动！我看今天谁敢动老大！分钟，毒杰全部手下领了盒饭。老大，几百斤的面粉跟2个1现金怎么处理？把钱搬走，把尸体和面粉留给警方。那好吧。你给我听着，面粉跟赌博一样，是最祸害人的东西。谁敢拿面粉，我就剁谁。很快，秦为民就带着手下来到被我端掉的毒杰大本营。马小六竟然把功劳送给了我。秦局，现场面粉总共400公斤，毒杰和手下核心骨干全部被击毙，这是我们南疆乃至东省破获的最大犯法案。只是什么？只是钱都不知道哪里去了。秦为民意识到了不对劲，随后意味深长地看着李国庆：“你就是这个案件的具体负责人，懂吗？”李国庆知道秦局是要把功劳全部算在自己的头上。秦局，我何德何能啊？这是你破的案子，你理所应当。记住，以后对马小六多关照着点，这是他送给你的大礼。这个当卧底的黑老大只是随意出手一捏，就干掉令人闻风丧胆的毒贩。然而上级知道他除掉毒贩后，却罕见的大发雷霆。马小六，以后这种节外生枝的事绝对不能碰。为什么呀？难道韩处是在关心我的人身安全吗？太危险了！我们的任务不是扫毒，我们是要打进强盛集团，千万不要为了其他事将自己陷入危险境地。好了好了，谁不怕危险啊？但是我有什么办法？心里那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没得选。你自己注意安全吧，我帮不了你什么，但我希望你平安无事。对了，上次你让我查的孤儿院很可能是一个猪场。所谓的猪场，其实就是贩卖孤儿的中转站。强盛集团这些畜生，这么丧尽天良的生意都敢做，他们主要销往哪里？东南亚，他们的利益链条保密措施极其严格，不从内部打进去的话，根本摸不下去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加快卧底进度。对了，后面的面包车你安排人开走。这次又缴了多少钱？3000万，还有几百公斤的面粉。南疆市局会向你汇报的。韩处，我不多说了，我得回公司上扫盲班。扫盲班是什么？我公司那些小弟都没什么文化，我教他们读点书，远离低级趣味。毕竟打击犯罪只是治标，预防才是治本，不是吗？你这个人精彩。六哥，我厂子被人冲了，我现在要赶过去处理。六哥，我家里可能失火了，我得去救火。六哥，我怕是被人绿了，我他妈要去砍死那个小白脸。六哥，我感觉我得了绝症。这些老大一说到读书就个个编造理由请假，但很快他们的态度就发生180度大转变。只见白姐老师妖艳的走了过来，老大，我保证以后认真学习。老大，我人生中第一次爱上读书。老大，我从来没想到上课是那么快乐的一件事。老大，我天生就是为读书而生的。希望你们说到做到。然而此时此刻，隐藏了身份的情报指挥官冷宁却收到一则消息：境外驻东省的特勤近期将赶往南疆，疑似刺杀小六破烂公司负责人。敏感时期，境外特勤为什么要赶往南疆？难道真的是来自杀马小六的吗？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古惑仔而已，值得专业机构来刺杀吗？
白老师，你大学里的工作工资太低，要么索性到我公司全职当老师吧。我一天给你的报酬就抵得上你在大学里干1年的了。你看这些可爱的学生，肯定很喜欢你的课。白洁看了看这些所谓的学生，这他妈有一个是好人吗？小六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很喜欢大学的工作，虽然钱少一点，但是有保障，有安全感。行，随你，课时费你自己去财务部开，想开多少开多少。对了，小六，陈雷这2天去哪了？听说你派手下专门陪他出去散心了。是的，我在帮他戒毒。哎，这婚恐怕是真的离不掉了。放心吧，白老师，我会替你解决一切的。小六，你不懂，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能力，而是太了解他的人品了。白洁说完就走去财务结工资。老大，手下线报，桑硕和张思全在秘密喝茶，估计是在密谋工程上的事。现在所有种种都是小事，张思全手里的100亿工程才是重点，因为这是打进桑硕犯罪集团的关键所在。走，去看看。在一个茶楼门口，桑硕的贴身手下和茶楼经理在门口守着，而茶楼的经理却不知好歹，看到我们走来，竟敢跟我们摆臭脸。走吧，茶楼今天不接待客人。是不接待客人，还是不接待我们？我们茶楼今天来了贵客，被他们包下来了，闲杂人等赶紧离开。包了，合同呢？你家喝茶还要签合同啊？操你猴子的！知道里面是什么人在喝茶吗？打扰了贵客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赶紧滚！经理觉得有桑硕这样的大佬在自家茶楼喝茶，底气就很足，但给老子干他！紧接着，王爸抓起经理的衣领，一个又一个巴掌扇在他脸上。你特么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现在能进去了吗？能。至于桑硕的手下为什么就这么干看着？因为他们见识过我的通天手段，知道拦不住我，但也怕桑老板怪罪，只能自己给自己来几棒。这操作简直给我干傻眼了。2位大哥，你们喝茶怎么也不叫上我呀？哟，马老板这是来给我端茶送水呀，要么你跪下道个歉，我赏你点工程给你做。因为有桑硕这棵参天大树作为靠山，张思全的态度无比嚣张。马老板现在可是很厉害了，连我强盛集团都敢敲诈。思全，你小心人家敲诈勒索你啊！上不了台面的矮骡子，法治社会居然还能容得下这些蟑螂乱爬。张思全，我今天来见你，是给你一次站着跟我谈话的机会。今天这个机会你要是抓不住，那你以后怕是只能跪着跟我谈。马小六，论打架砍人，你可能是一把好手，但在我们这些成功者眼里，你就像一条狗。思全，他可是一条乡下的野狗哦，进了咱们城里可是会咬人的哟。哎呦喂，桑老板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好怕他会不会汪咬我啊？草泥马的说什么呢？王爸，咱们面对的可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不能随便动粗，要以理服人。我忍不了，操！张校长，你放心，现在南疆处于非常时期，我暂时不会搞死你，但是24小时之内，我会让你跪在我面前学狗叫。到了第2天，白洁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。小六，张思全一大早就找我说要马上开除我，他说我跟你关系好，他就是要弄我，弄给你看。这件事是因我而起，你放心，他开不了你。烟仔，过来。老大，什么吩咐？陈雷这几天还好吧？快死了。很好，张思全嚣张的不行，你现在去一趟师大那边，给他上点眼药水。收到。烟仔一听说要闹事，立刻开心的眉飞色舞。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，非常时期。放心吧，老大，我以前有个外号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什么外号？泼妇。为什么叫泼妇？泼水节的时候，我往妇女身上泼水，判了3年刑，后来就得了个泼妇的外号。这也能判3年？我泼的是开水。操你妈的，应该判你无期。很快，烟仔就带着手下大摇大摆往南疆师大里面走。保安队长赶紧拦住烟仔等人，都给我站住！吼他妈什么吼？你攻击到我的耳膜了，信不信叫你赔钱？你们进去干嘛？小姐，放屁！你们像学习的样吗？我们公司马上要月考，学习任务很紧，我们进来上个自习怎么了？不是本校的学生不能进去，给我滚开！经常当卧底的朋友都知道，只要手下长得像泼妇，就可以给自己的女神老师出头。都特么给我让开！我要进去学习。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就是不能进去。紧接着，城东派出所所长接到报警后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所长一看是烟仔，立马就愣住。烟仔是马小六的人，为什么无缘无故跑来城东闹事？必须得慎重处理才行。烟仔，我是城东所的，给我个面子，别闹了。我他妈凭什么要给你面子？说说看，为什么来这里闹事？就是想上课，想学文化，想变成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。烟仔的态度无比嚣张，气得所长都要准备抓人了。但不远处却传来一阵骚动，只见烟仔的几十名小弟浩浩荡荡来到现场。看来这次闹事不是烟仔的个人行为，这是马小六在有组织的针对南疆师大。所长知道这不是自己能摆平的，所以立刻拨通了张思全的电话，将现场情况告诉张思全。张思全没想到我这么无耻，也立刻拨通了我的电话。马小六，
赶紧叫你的人撤了！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我就会屈服吗？我告诉你，城西校区的工程，你想都别想。哎呦，张教授是在命令我撤人啊！我要不撤呢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他们都是白洁老师的学生，只要白老师一句话，他们或许就能撤了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白老师，你快点通知门口的人散了。张思全依旧是一副命令口气，但白洁却假装什么也不知道。我也不认识他们呀。明人不说暗话，马小六这是在给我上眼药水。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你好好在这里教书，我以后不针对你，行了吧？那好吧，我试试看。很快，白洁和张思全来到学校门口。烟仔一看到白洁，立刻对上百号手下喊道：“恩师来了，快鞠躬！”老师好。你们赶紧散了吧，别影响学校的秩序。是，恩师。紧接着，烟仔带着上百号手下瞬间散去，而张思全则是恶狠狠盯着白洁。我张思全哪里比马小六差了？我是博士，南疆师大的核心人物，位高权重，我在你心里还比不上马小六那个矮骡子吗？你跟他差了10万8千里。你给我记住了，马小六很快会被整死，到时候看我怎么弄你。下班后的张思全鬼鬼祟祟来到一个别墅门口，四周看了看，以为没人，就准备走进别墅，但没想到不远处一个叫声喊住了他。呀，这不是张教授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放心吧，知识分子，我不是来绑架的，就是想到你这小金窝坐坐而已。思全，你回来啦！我去，这女的简直就是人间尤物，搞得我都流了一地哈喇子。然而绝色美女看到我后，却立刻就躲了起来。老张可以啊，小三养得这么漂亮。林芳芳，曾经的南疆师大校花，被我们伟大的张教授包养成了情人，刚刚生了个儿子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这不重要，这套别墅价值上百万，别人送的吧？如果我没背错法律条文的话，受贿10万就是10年以上。老张，光是这套别墅就够你判无期了。这是别人的别墅，我暂时借住而已。真的吗？要不我现在打检举电话，让他们来查查。张思全被吓得愣在原地，很显然别墅里藏着很多他的贪污所得。然而躲在暗处的林芳芳感觉气氛不对劲，又再次走了出来。老张他是什么人？你没事吧？我是你家亲戚。什么亲戚？其实我是张思全的远房表弟，按说我得叫您一声嫂子。真的吗？不信你问我表哥。当然，一个乡下来的穷亲戚罢了。林芳芳的美目瞪了我一眼，因为平时总是有乡下亲戚找张思全谋差事，但今天竟然还找到了这个地方，她显然很不开心。老公，这么晚了，让外人早点离开吧。行，你先睡，我跟表弟谈点事情，很快就好。好，你快点。表哥，我一直求你的那件事，你看。别特么表哥，我跟你没那么近。要不你现在跪下，让我表嫂下来看看你跪在我面前的样子。张思全惊恐地看着我，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忽然之间，他的心里似乎酝酿着某种打算。老弟，我的命现在已经攥在你手里了，我也没得选。工程的事情我答应你了，先跪下再说。我都答应你了，就不用跪了吧？我昨天在茶楼说的话，你当我是放屁吗？你跪，我才合作。张思全咬了咬牙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很好，张教授，你跪在我面前的样子，我看得特别顺眼。别把我别墅的事情说出去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你不会跟我耍花样吧？不会。如果你敢跟我耍花样，我保证林芳芳很快会变成未亡人。事情谈妥后，我便离开别墅，而待在原地的张思全却拨通了桑寿的电话。桑老板，我出事了。怎么了？马小六知道了我的一些敏感的事情。你什么把柄被他抓住了？反正是天大的事，要是不让他闭上嘴，工程的事情我绝对没法帮你。桑老板，你看着办吧。电话里两人都沉默了许久，过了好一会，桑寿开口道：“这样吧，我最近弄到一款国外进口的毒药，无色无味，中毒者连法医都查不出死因。我现在马上约他吃个饭，以待嫂子诱惑他一下现场给他下毒。好，灭他口！妈的，一个混混竟敢要挟我！”经常当卧底的朋友都知道，只要有人请吃饭，那就一定会下毒。就像这位黑老大正装模作样的给我敬酒。马老板，合则共赢，希望以后我们携手发大财。我先敬你，干了。谢谢桑老板，来，你先干。桑硕就这样一口闷了下去，然而我却无动于衷。马老板怎么了？难道一口酒的面子都不给我吗？不是我不给桑老板面子，只是我这人吧，喝酒有个特殊的癖好。哦，是什么特殊的癖好？不妨直说。我在外面喝酒的话，第一口酒必须是美女喂我才行。早就猜到你会是幺蛾子，看我今天怎么拿捏你。这好办，思全，为了等下我们能和马老板吹几瓶，就先让嫂子为我们的马老板喝口酒先。什么？这可不行。这里只有嫂子一个女的，不是嫂子喂，难道你来喂呀？张思全的内心还在苦苦挣扎，但是一想到我抓住了他的把柄，他就妥协了下来。芳芳，你看这，
老张，没事，反正他是我们的表弟，喂他喝口酒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还不知道酒里有毒的林芳芳拿起酒杯端到我嘴上，我直接一口闷了下去。妈的，被这小畜生祸害了那么久，现在终于送他上西天了。小杂种，明早你就等死吧。到了第二天，桑硕坐在办公室一直等着我的死讯，但是他左等右等，一直迟迟没有收到消息。这不对劲啊，他明明已经喝了毒酒，难道是密不发丧？桑硕还处于猛叉叉的状态，手下忽然走了进来。老大，马小六带着人到我们皇家瑶池闹事了。什么？桑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我竟然真的没死！真的假的？皇家瑶池的手下刚打电话过来报告的，不会出错。走去看看。妈的，堵在门口干什么？都给我滚开！皇家瑶池要是干不下去了，跟我城南说，我城南盘过来经营。一群什么鸡巴玩意儿！王爸和老黑在门口使劲叫骂，然而皇家瑶池的打手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。但桑硕很快就赶到皇家瑶池。他活着，他特么居然真的活着，这怎么可能？桑老板，你心里是不是有10万个为什么？桑硕还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。老弟呀，什么为什么呀？昨天还好好的在一起喝酒，今天怎么就带那么多人过来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说的是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哎呀呀，什么清楚不清楚的？桑硕知道事情已经败露，但又碍于脸面，不想在小弟面前向我低头承认，于是只好拿起手机标起演技。喂，哦，大成啊，怎么了？什么？我老婆要生了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回去，等我一下。马老板，失陪一下，下次有空再请你喝茶。我去，明明手机铃声都没响，就给我演这出。在车上的桑硕脸色异常难看，接着他拿起手机拨通了自己幕后老板的电话。老板，我向您申请的那个人什么时候能来？为了一个小混混，你让我派那么专业的人去刺杀他，值得吗？老板，非常值得，否则马小六将会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巨大威胁。今晚就出发，会帮你处理掉他，你安心做事。是。马老板，没什么事的话就先回去吧。我们老大刚才说了，下次请你喝茶。窦爷真的很怕我，想让我早点离开，但老子今天来都来了，要是不搞点事情回去还怎么收场？既然你们的桑老板不敢出来接招，那就由你们来承受我10万年的怒火吧。王八、老黑在，老大，给我狠狠地揍他们一顿。10分钟后，桑硕的手下全部被揍翻在地，个个鼻青脸肿。而知道下毒败露的张思全也彻底吓破了胆，于是主动打电话给我。马老板了，城西校区的工程就交给你了，下午我们就签合同，你看可以不？一切看嫂子的表现。挂断电话后，王爸一脸懵逼地看着我。王爸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老大，我有个疑问，那天桑硕他们请你喝酒，你是怎么知道酒里有毒的？前天我离开张思全别墅时，在他家花盆都有个窃听器，但我明明看见你将酒喝了下去啊！老大的事你最好少打听。这事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王爸解释，因为对于前世资深特勤的我而言，对世界上常用的心脏骤停毒剂了如指掌，破解这样的毒剂简直小菜一碟。下午我去找张思全签合同的路上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喂，你是小六表弟吗？表嫂，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？你表哥他出车祸死了。什么？表嫂，这玩笑可开不得呀！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这种事情我能胡乱说吗？我一个人在南疆举目无亲，思来想去只有你这么一个亲戚，所以打电话跟你商量一下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刚开始以为这是张思全放的烟雾弹，但思来想去他的把柄还拽在我手上，应该不可能再耍我。表嫂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待会过去找你。他特么早不死晚不死，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死？不对，这里有阴谋。紧接着我拨打了桑硕的电话。桑硕，张思全的车祸是你搞的鬼吧？哎呀，老张出车祸了，好可惜呀！那马老板的项目怕是要泡汤了呀！聪明人之间不需要把话说得太开，这次是我被桑硕摆了一道。很快我就赶到张思全的别墅，只见林芳芳伤心地抱着张思全的遗像。表嫂，节哀顺变。老张你就这么走了，我可怎么办？看着林芳芳哭得梨花带雨，我也跟着哭了起来。但我真不是装的。我操你妈的桑硕！老子花了那么多功夫摆平张思全，百亿工程马上就要到手了，你特么就给我来了个釜底抽薪。大哥呀，你走得太不是时候了。表弟，我可怎么办好？我没有名分，还带着3个月大的孩子，他这一走，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啊？嫂子别难过了，这套别墅以及别墅里的钱够你花好几辈子了。我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我没有男人了，我的孩子没有父亲了。嫂子，你先别考虑那么多，你下面会遇到很大的危机啊！我下面有什么危机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张思全是被桑硕杀害的，桑硕下一个恐怕就要杀你这孤儿寡母灭口。什么？还有啊，我表哥的正房一家是很凶狠的，他们要是知道他留给你这么大一套别墅和那么多财富，
他们肯定要来抢。表嫂，你的前途很渺茫啊！在我的一顿恐吓之下，林芳芳吓得花容失色。但其实张思全的正房的确是一个有名的母老虎，林芳芳也早就听说过。小六表弟，我这孤儿寡母的，我可怎么办啦？表嫂，这地方没别人知道，我马上派小弟24小时保护你。你放心，只要我小六活着，我就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。真的吗？放心，我这就回去安排人过来保护你。你现在就要走吗？我回去让我的手下马上过来。表嫂，你放心好了，等我处理完事情了，晚上再来陪你。那好吧。我刚离开别墅，手机就又有一个陌生电话打来。马老板，你一定要记住，车牌号 DA9527，车上有不太友好的朋友，大约还有1个小时抵达南疆，小心点吧。经常当卧底的朋友都知道，只要过于嚣张，就会遭到暗杀。秦局，有个特别紧急的事要麻烦你一下。马老板，请说。省城有人来南疆对付我，车牌号是 DA9527，你能不能确认一下对方的身份？这个时候还敢来闹事，交给我来处理。挂断秦局电话后，我火速来到关押超模美女的套房。没错，她就是曾经城西老大陈涛的情人。于小姐，最近在我这里过得可好？马小六，你这个无耻之徒，你开放了我。那是不可能的，于小娜，你跟了我吧。陈涛能给你的，我马小六都能给。我什么都不要给，我就要你把陈涛还给我，你这个刽子手！于小娜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桑硕安插在陈涛身边的眼线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跟我装了，陈涛已经被我干掉，现在我才是城西老大，跟我可以给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哼，你想都别想！臭婊子，别脸不要使吧！都说强扭的瓜不甜，那就让瓜乖乖来到嘴里。我转头看向4个看守于小娜的小弟，兄弟们，今天他赏给你们了，谢谢老大，你们好好享受吧，我先走了。说完我就假装离开，果然于小娜彻底慌了。六哥，你别走，我求你别离开我好吗？你这是回心转意了吗？这就对了嘛，跟我玩什么纯真倔强？其他人都出去吧。是。小弟们离开后，房间内发生了许多妙不可言的事情。与此同时，一辆车牌号为 DI9527 的粉色轿车正在向南疆这边驶来。毫无疑问，里面的美女就是来暗杀我的绝顶高手。但是她的车子刚进入南疆，她就被警车截停了下来。美女你好，请出示你的身份证、驾驶证、行车证。我叫安米，这是我的护照。你是密集的？是的。不好意思，南疆现在处于1级安保阶段，我们要对你和车辆进行严格检查，请你下车。好吧。安米下车后，一名女警上前对安米进行搜身，但经过一番仔细搜查后，却没搜到任何东西。这他妈不行啊！秦老大说的很明确，对方是来对付马小六的，一定要扣住盘查。要是扣不住，回去怎么交代？自己欠了马小六那么大人情。警官，我可以走了吗？那个，稍等一下哈，我们还要对车辆进行检查。李国庆说完，亲自在副驾驶储物盒搜了起来，很快就找到一把锋利的东西。我怀疑你带有攻击性武器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官，那只是一把化妆用的普通修眉刀而已。到了南疆不准化妆。你们有没有搞错？别废话，跟我们走吧。而我这边刚跟于小娜完事，就接到了秦局的电话。马老板，你说的那个人叫安米，他是米籍人，刚刚入境，身份是使领馆武官助理，享有外交豁免权，我们没理由继续扣人了。秦局，可能是我搞错了，你先放人吧。竟然是他，难道他仅仅是为了刺杀我这个古惑仔吗？安米，是时候让你尝试一下南疆的水有多深了。半夜12点，安米被放了出来，因为他的车子还在接受进一步检查。安米只能步行走在南疆街头，他准备找家酒店先住下来，但很快一辆巡逻的警车停在他面前。大半夜的一个人在街上晃悠什么？我怀疑你不是好人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安米懵了，难道南疆的警察都不下班了吗？你们凭什么怀疑我不是好人？安米上前一步，准备掏出自己的护照。别动，脚别动。这只蚂蚁是不是你才死的？我踏马。在南疆杀害小动物是犯法的，跟我们去处理吧，可能要罚款，搞不好还要行政拘留。紧接着安米就被带走，安米简直快要气疯了。没想到第一次来夏国执行任务，一顿饱饭都还没吃上，就被抓了2次。这地方的社会秩序还能再乱一点吗？畜生！你他妈刚才从哪找的蚂蚁？你们不是警察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们是警察了？我跟于小娜一晚战斗了几百回合，人都快麻了。刚想睡会觉，就有电话打来。老大，城北和城东的人想进我们的地盘，说是要找人。他妈的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们还敢挑衅？老大，这次好像有点不一样。怎么了？他们好像很急，所有重要人物在南疆的街上被绑了。关我鸟事！妈的，失踪一个士兵就想借机开战？他桑硕学过历史啊，调人干他丫的！乘风破浪公司大门口，桑硕亲自带着手下，无比着急的跟王霸对峙着。这次他是真的急了。王霸，叫你们老大出来。我们老大在泡妞，有什么话跟我说就行。操你猴子的！没看到我们桑老板亲自出面了吗？老大之间说话轮得着你插嘴吗？
操你妈的！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当我老大泡妞。桑硕见硬的不行，就只好试试软的。王八兄弟，你们老大在哪？我想请他喝茶聊聊天。关你屌事！我们老大不在，我就是公司老大，有什么事跟我聊。我们有个重要朋友失踪了，需要到你们的地盘上搜人，你做得了主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地盘上没你要找的人，哪怕有，你们强盛公司的也他妈没资格过来搜，滚吧！哼，给我强行搜！经常当卧底的朋友都知道，要是遇到不要命的社会混混，那就先给他来一个大逼斗。强盛公司的人给我听好了，扫平马小六所有厂子。桑硕手下个个抡起武器准备开干，但就在这时，几辆警车来到了现场。王八，让开，让强盛公司进去找人。你这几个意思啊？拉偏架是吧？还是市局跟强盛公司合并了？放你娘的屁！你们老大已经被请进局子里了，我们也在找那个人，所有人都得无条件配合。被绑架的到底是什么人？这动静也太大了吧！不会真的是老大绑架的吧？紧接着，秦为民也从车里走了出来，把桑硕带走。秦举英明，赶紧给他判个死刑，立即执行，枪决3天3夜。如果是你们绑的人，我劝你们不要找死，赶紧交人。秦为民对王霸警告一声后，便带着桑硕离开了现场。马小六，安米是不是你绑的？你现在放人，我还能帮你一把。秦局，你是知道我乘风破浪公司的，爱岗敬业，履行社会责任，按时纳税。我们什么时候干过绑票撕票的事？谁他妈还能把绑票撕票4个字写脸上贴门上啊？马小六，你他妈快叫人吧，否则等着被诛9族吧！操你猴子的！你他妈一大清早带人冲我厂子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他哥的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那个叫安米的是你家亲戚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那么兴师动众找他，是不是心里有鬼？我省里一个朋友托我找人，我不认识什么安米，别他妈一个个往我头上扣屎盆子。看在秦局面子上，我马小六对天发誓，我要是干了绑票的事，我生儿子没屁眼，满意了吧？我生意很忙，咖啡就不喝了。难道真不是他干的？现在南疆的界上，就你们2个老大势力最大。我知道你们2个老大之间不对付，但是安米这件事非同小可。我希望你们合作一次，帮我赶紧把人找出来，就当是给我秦为民一个面子，行吗？秦局的面子我当然应给，但是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。如果桑老板继续打着找人的幌子砸我场子，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就你妈那些鸡窝，谁稀罕？被秦为民一番教育后，我和桑硕走出市局大楼，但这时一辆劳斯莱斯却停在桑硕面前。只见一个中年艳妇在4名威武保镖的陪同下缓缓下车。大嫂，你怎么来堂口了？大嫂，这个庞大犯罪集团的核心人物终于是露面了。桑硕，你是不是老了？大嫂，安米这件事我有责任，我一定尽全力找到他。攻城你摆不平，杀人你杀不掉，找人你又找不到。12个堂口里加上公司总部，还有比你更废物的老大吗？我有错。敢我打！大嫂一发话，保镖立刻上前按住桑硕，随后啪啪就是一顿火。但大嫂也看到了不远处在看戏的我，随后便走到我面前。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南疆马小六老板吧？姐，你好性感啊！马小六，你他妈放尊重点，那是我大嫂。他哥的，你大嫂又不是我大嫂，你哼什么哼？看看你那一脸的鼻血。马老板，整个南疆乃至整个东省道上，还没人敢这么跟我直视，你胆子很大啊！这位姐姐，不是我胆子大，而是你太迷人了，而且你看起来像极了我一个老熟人。哦，你的老熟人是谁？君岛美绪。君岛美绪是谁？她现在还没出道，将来你会看到她的，绝对的性感女神。那么你是在夸我喽？对，漂亮且性感，无比迷人。桑硕听得一脸懵逼，那可是控制着整个东省人口买卖、走私卖粉的黑帮大嫂，我竟然敢当面调戏她。马老板，你真的不问问我是谁，就敢这么调戏我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我的梦中情人。马老板果然精彩，我叫秦怡，我在省公司就听说过马老板的大名了，一个星期灭了丧彪满门，干得我们南疆堂口人仰马翻。我尊敬的女神殿下，我不知道强盛公司是大嫂下面的产业，我郑重希望请大嫂吃个饭，真诚向大嫂道歉。好，我给你这个面子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土菜馆。哟，马老板家大业大的，就请我来这种地方吃饭啊？大嫂，这家杂鱼馆在本地可有名气了，有道特色菜，恐怕大嫂在省城都没吃过。什么菜？黄泥烤生蚝。这道菜还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。什么浪漫名字？好喜欢你。好，那就尝尝好喜欢你。刚在包厢坐下来，大嫂清艳的俏脸就变得寒冷起来。马老板，安米到底是不是你绑的？是也没关系，只要你把他交出来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但是如果你不说实话的话，我保证你活不过今晚。经常当卧底的朋友都知道，要想成为大哥，就先搞定大嫂。马老板，安米到底是不是你绑的？如果你不说实话的话，我保证你活不过今晚。如果我绑了安米，就罚我这辈子
再也见不到女神，让我受尽相思之苦。马老板，咱们换个交流方式，我不追究水榜的安米，我就想问一句，马老板能不能帮我找找他？能，从今天开始，女神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要活的。那必须的，女神，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？可以，桑硕，你去外面等着。大嫂，我得保护你的安全。出去，不要让我说第二遍。是。桑硕一走，我就继续嘴遁大嫂。马老板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，说吧。我爱上你了。用最直接的方式攻略最上流的美妇，这招我从来就没失过手。马老板，你比我想象中还要狂。不，这不是狂，这是爱。大嫂，我说了你可能不信，第一眼见到你时我就不能自拔了。你这么调戏我，当真不怕死吗？大嫂啊，像我们这种底层出来混的，就没准备有好下场，赚最黑的钱，睡最靓的妞，赶上吃枪子的眼睛潇洒一闭，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在我猛烈放电下，换做普通人，可能早就流露出了慌乱的蛛丝马迹。但是秦怡可是东省道上最大的大嫂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你凭什么本事爱我？从今天开始，大嫂要我杀人，我就杀人；大嫂要我搞钱，我就帮大嫂搞钱。大嫂要是喜欢我用，闭嘴，下流！我的年龄都可以当你妈妈了。走吧，不吃饭了，我得回省城了。我送你。马老板，找到阿米，让我看看你的能力。女神一定要记得常回来看看小六六哦。直到秦怡的劳斯莱斯彻底消失在了视野里，我才转身看向气上头的桑爽。马小六，我警告你，我大嫂的身份不是你能想象的，你要敢！他已经被我泡到手了。什么？这就泡到手了？怎么可能？大嫂是何等人物？什么狂风浪蝶没见过？哪有一顿饭就被泡到手的道理？你就使劲吹吧，还发什么狼？赶紧调人找安米！凭什么？你踏马既答应了秦为民，又答应了我大嫂，你现在跟我说凭什么？你当我傻看不出来？找不到安米，最着急的是你。你大嫂能扒了你的皮，关我鸟事？马小六，你踏马！桑硕刚要发飙，但是转瞬间就听懂我这个孽障的意思。你踏马想要钱就直说，绕那么大弯子有意思吗？5000万，我保证能帮你找到安米，少一个字儿都不行。行，5000万就5000万。很开回到公司的我，就收到手下带来的好消息。老大，你说的那个什么安米，我找到线索了。什么个情况？当时你不是倒了毒劫的老巢吗？他有个弟弟叫独眼龙，那晚正在外地送货，侥幸躲过一劫。就在前晚，他冒充警察绑架有钱人，歪打正着绑了那个叫安米的女人。结果他妈的绑回去，才发现人家身份不一般，敲钱不敢敲，做了又没那个胆，砸手里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我他妈快要笑死了！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毒姐有个小弟到我厂子里玩，喝多说漏了嘴。对了，老大，独眼龙的电话号码我都给套出来了。妈的，大嫂要是知道我帮了这么大的忙，搞不好真能让我睡。随后我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桑爽。桑老板，发现线索了。什么个情况？你帮我联系大嫂，就是把她电话给我，我要亲自向她报告。马老弟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着拍马屁？我会向大嫂汇报的，没人会抢你功劳。那也行。对了，那5000万呢？线索先给我，我安排转账。不行，见钱交货。你先把线索给我，我立马安排转账，5分钟内保证到账。我真的很急呀，大哥。你特么不会欺负我，读书少骗我吧？我特么读书比你还少，骗不了你。那好吧，他是被独眼龙绑架的。紧接着我将独眼龙的电话给了桑硕，但桑硕挂断电话后却冷笑一声：5000万，我他妈给你5000万冥币差不多，想屁吃呢？大嫂，我找到安米的线索了。人在哪？被几个毒贩给绑了，我把绑匪的手机号码发给你，你用技术定位就能找到安米了。大嫂，在南疆还得靠我们自己人，马小六那种外人哪有本事帮我们找人？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好，你躲过一死了。然而20分钟后，桑硕又气急败坏地拨通了我的电话。马小六，你他妈给的是市局李国庆的电话。当过卧底的朋友都知道，原本买一条找人的线索只需要5000万，但这位狠人仗着自己黑老大的身份，竟妄想吃免费的午餐。马小六，你他妈给的是市局李国庆的电话。桑老板，你答应我的钱呢？家里等着米下锅呢。桑硕气得脸都绿了，没想到我比他还老六。刚才转账手续出了点问题，5000万马上到账，你快把独眼龙的电话给我。我什么时候说5000万了？现在是2个亿。我套你猴子的马小六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桑老板啊，半个小时前是一个价，现在当然又是另一个价，通货膨胀啊，得加钱，要么什么？要么向大嫂汇报，我亲自去救安米。不好了，桑老板，我手机要没电关机了。喂！10分钟后，我再次打开手机，果然收到了2个亿的转账，而桑硕的电话也迫不及待地打了进来。钱已经转给你了，但是我大嫂说了，安米不需要你救，更不需要你碰，公司总部会派人去救，你不准插手，
否则他杀了你。姐，我还懒得救呢。紧接着，我将独眼龙的号码给了桑树。思来想去，感觉事情越来越不对劲，于是赶紧约上级见面。根据省厅和帝都的情报显示，桑硕所在的总公司就是米亚环球贸易，这是一个合资公司，在东省12个地级市都有分公司。他们的黑话称为12堂口，桑硕就是南疆堂口的老大，那个大嫂秦怡就是公司控制人的女人。韩处，米亚环球的业务主要涉及哪些方面？走私卖粉、人口买卖，跟东南亚的黑帮合作，成分非常复杂。小六，你要是能用美色傍上大嫂，我们就能攻破对方的心脏了。韩处，你确定要继续查下去吗？为什么不查？再查下去的话，就是省级甚至更高层面了。你一个小处长不一定能扛得住。说到这，韩立明沉默了片刻，似乎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警察是和平时期牺牲最多的群体，每年几百上千人。我虽然没在基层一线干过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没有坦然赴死的勇气。韩处，即将到访南疆的那名要员是什么人？这是情报部门的绝密，我哪知道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东南亚的要员。你打电话问一下，我觉得这次要员来访会凶险万分。好。紧接着，韩立明拿出手机拨通了帝都恩师的电话。老师，这2天到访南疆的那名要员是不是来自东南亚？韩处的恩师惊呆了。消息还处于封锁状态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在南疆那个卧底推断出来的。他还说了，这次会万分凶险。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卧底？既然能精准推断出这么多信息，我很快会到南疆，我要见见他。是。挂断电话后，韩立明把恩师的意思转达给了我。这个任务我接了，随时待命接受征调，进入安保组。正在这时，我的私密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老大，白老师被陈雷打伤了。什么？你们在哪里？我现在马上过去。马小六，你个狗娘养的，想让我跟白洁离婚，做你妈的千秋大梦吧！我告诉你，我好死白洁，我他妈一天打他3顿，今天下午脸都被我打烂了。你不是手下多吗？有种你杀了我呀，矮骡子！陈老师，你是文化人，咱不能对文化人动粗。哼，我谅你也不敢。还是那句话，没有1个亿，离婚想都别想。与此同时，在一个神秘山庄内，阿米已经被中情局的人救出来了，绑匪也全部击毙。桑硕，我想问问你，马小六到底有没有参与绑架阿米？这是不是他设的一个套？以前桑硕为了干掉我，可以说是想尽一切办法，但这次他却不敢有任何隐瞒。大嫂，我在马小六的身边有眼线，这次安米被绑架确实跟他没关系。一个城北老大，一个城南老大，找同一个人，他找到了，你却找不到，还被人敲走2个亿，公司12个堂口，就你今年状况百出。老桑，你是哪一年加入我们米亚环球的？1990年被公司纳进来的。年纪也不小了，辛苦了这么些年，是该好好享受享受了。桑硕被吓得一哆嗦，为了能够再次取得大嫂的信任，他急需做一件事来证明自己。大嫂，我听说那个人后天就要抵达南疆了，如果他真的倒向夏国这一边的话，对我们的生意很不利。要么我来制定暗杀计划，把他弄死在南疆。然而秦怡的眼神似乎在告诉桑硕，他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。2个国家的顶级护卫机构都在护卫他，你桑硕能调得出顶级高手对阵他们的顶级特勤吗？这件事已经安排人去做了，你不用管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离开大嫂后，桑硕只感觉后脊背发凉。刚才大嫂的那番谈话，表面风轻云淡，实则暗藏杀机，甚至已经宣布了他的死亡。而造成他今天失败局面的那个人，正是我这个畜生。于是他决定动用手中的一张王牌，是要将我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抹除。于小娜，你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杀了马小六。经常当大哥的朋友都知道，大哥一定难过美人关，但谁敢说美人就能够打过我这一关？六哥，你回来了，小宝贝，为了测试于小娜，我只用了2分半就结束战斗。完事后很快假装熟睡过去，然而于小娜却趁机拿出一把刀对准我，她只需要稍微用点力，我绝对立马见太奶。但奇怪的是，她始终没有动手。难道我真的爱上了这个只有2分半的25仔了吗？大了，就这样吧。第2天一大早，为了迎接东南亚要员的到来，指挥中心众人无比紧张。只见一个颜值清秀、身材出众的美女出现在投影屏幕，此人便是此次与夏国接壤的绵国公主淑姬。这次淑姬公主的安保工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冷教官，筹备了这么久，你有多大把握？最新情报显示，多方势力蠢蠢欲动，想把淑姬公主暗杀在南疆。这是我遇到的最复杂的一次护卫行动，我不敢保证100%成功，但我敢保证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捍卫国家荣誉。冷教官，稍等一下，还有一个人要参加明天的护卫小组。谁呀？紧接着我拎着黑皮箱走了进来。各位领导好，学警马小六奉命前来报道。什么学警？没想到他竟然是韩黎民派在南疆的卧底。马小六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婆，好久不见啊。谁是你老婆？冷明像是看鬼一样看着我，然而我却打量着韩黎明的恩师。我去，竟然是警方2号人物，货真价实的实权派啊！一定要跟他搞好关系，以后就靠他罩着了。小六，我看了关于你在南疆卧底的报告，很有成效，我很满意。
报告领导，那都是因为韩立明处长领导有方。你小子还真会做人，小伙子很谦虚啊。就在领导还想要夸夸我时，冷凝却想打我的脸。我不同意马小六加入这次的情报行动组。说说你的理由。第一，马小六没有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；第二，马小六没有经过系统的特勤训练，不会用枪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马小六与南疆犯罪分子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他进入贴身护卫组可能会对要员造成巨大风险。小六，你怎么说？长话短说，书记公主这次来南疆是九死一生，如果我不参加护卫的话，那就是十死无生。除了我，没人能摆得平这次护卫工作。我来这里不但要保书记公主的命，也是保在座各位头上的乌纱帽。很狂，很嚣张。这次安保的形势空前复杂，如果真的让一个国家的候选继承人死在我们国土上，我们国家的脸面将会丢失殆尽。而这里熟悉南疆犯罪环境的只有小六一人。冷教官，让小六加入贴身护卫组，无论你对他满不满意，你必须无条件执行。是，谢谢师公的信任。什么师公？谁是你师公？我是韩处长的学生，韩处长是您的学生，您不就是我师公吗？好家伙，这马屁精一下攀上了省里帝都2层关系。冷凝心里1万个咒骂我，但下一秒看着我的皮箱就疑惑起来。等一下，马小六，你皮箱里带了什么？这是一箱现金。合着原来你是来送礼的啊？不是送礼，遇到麻烦可以用钱开导，等会你就知道了。对了，冷教官，别叫我马小六了，叫我3炮吧。明天执行完护卫任务还得继续卧底呢，待会你还得给我化个妆，不能让我南疆那些小弟还有敌人认出我来，否则能被砍成180块。化妆是吧？好。离书记公主的专机降落还有2个小时，冷凝开车带着我们赶往机场，但在一个通往机场必经路口的时候，却看见一群人在路边叫喊：马小六强奸我的妻儿，严惩凶手。马小六连我们村里的老母猪都不放过，必须就地正法。冷教官，给我5分钟，我来处理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是帝都工作组的3炮，手持尚方宝剑，你们有什么冤情可以向我申诉。领导，你不知道啊，马小六是我们当地最大的流氓啊，欺压百姓，无恶不作，你们一定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！啊，这么严重？难道马小六对你犯过罪不成？可不呗，我的妻子、女儿还有我老妈都被他奸杀了啊！他就是一个畜生啊！哎呀，看来这个马小六简直不是人啊！但帝都工作组现在很忙，抓人也没那么快。大家看这样行不行？先给每个受害人补偿10万块，大家先散了，怎么样？听到我要给他们每人发10万块，现场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惊喜的神色。强盛公司雇我们来的时候，每人只发了500块啊，这下倒好，一下子就能领到10万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这皮箱里面装的全是现金，待会领了补偿金，大家签个字就行。不一会儿，20几个人每人都领到了10万块补偿金，个个满脸开心。谢谢领导，伸张正义，简直就是包青天啊！哈哈哈，大家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回去路上慢点哈。祝领导工作顺利，早日提拔。所有人拿着钱，一边千恩万谢称赞我，一边兴高采烈地离开现场。然而我却邪魅一笑。韩处有24个人涉嫌诬告陷害、敲诈勒索，我待会把名单发给你，立刻逮捕吧。估计判10年以上没问题。收到。很快，在南疆国际机场内，我们终于见到了书记公主，但是却出现了新的意外，因为书记公主旁边的这个护卫本不该出现在这里。只见冷凝表情凝重。为什么民国皇家警卫局局长冈田会出现在这次的陪同之列？书记公主您好，我是冷凝。按照双方联络组的安排，进入夏国领域后，您的贴身护卫工作由我们特勤局负责。书记公主点了点头。书记公主，我们为您准备了欢迎午宴，请跟我来。只见美女公主摇了摇头。我想先到南疆大街小巷逛逛，是正宗的南疆火锅，感受一下祖辈的生活。冷凝一听，立刻皱起了眉头，因为现在临时改变行程，那么原有的安保预案就得全部推翻，这会给安保带来巨大的挑战。书记公主，如果临时调整要员安保方案，会增加安全风险，我建议您。公主说的话，你们难道没听见吗？你们对自己的安保工作这么不自信吗？经常当卧底的朋友都知道，像这种嚣张无比的家伙，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公主说的话，你们难道没听见吗？你们对自己的安保工作这么不自信吗？听这口音，这家伙应该是个倭国人。我介绍一下，冈田先生是我的侍卫长，也是我的未婚夫。我真的不想吃什么欢迎晚宴，难得来到这里，就想轻松一点。就在这时，这个叫周翰林的大头兵不知道怎么的，脑袋突然短路。我知道兴隆胡同的老川火锅店特别地道。你是不是路多了？这哪有你说话的份？
兴隆胡同是什么地方？鱼龙混杂，是最不利于展开安保行动的地方。然而书记公主却直接来了兴趣。就这么定了，走去兴隆胡同吃火锅。唉。 我现在就去调整新的安保方案。最近粉丝总催更，为了及时回家更新视频，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别忘了上瓜子看看。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兴隆胡同的路口，正想走进火锅店时，突然一道俏丽的人影握着一把尖刀，如鬼魅般冲向书记公主。不好，2号、3号护卫。面对突发情况，我并没有上前，而是立刻挡在了书记公主身前，以防这个杀手只是诱饵。真正的杀手却躲在别的地方实施刺杀，而周汉林和宋从容根本来不及拔枪，就跟对方短兵相接。 他喵的，这个人的速度怎么这么快？他竟然只用了3秒就划伤我们4、5刀，这人的实力恐怖如斯。这个蒙面杀手动作毫不拖泥带水，绝对是专业的杀人机器，顶级高手。你们护卫公主，我来！我吼了一声后，一个飞身而上，向对方踢出势大力沉的一脚，但对方一个侧身闪躲，反而向我杀了一个回马枪，匕首反刺向我的喉咙。好在我的速度更快，铁肘狠狠击中对方的手肘，尖刀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。紧接着我用脚迅速一踹，左手一拧，对方就背对着我跪了下来。 拿下！没想到夏国竟然还有如此高手，能让我亲自出手使出这么多力气的人，你是第一个。当我摘下杀手面具的刹那，瞬间让我直冒冷汗。对方竟然是于小娜，要知道昨晚我还和她共睡在一张床上。妈的，她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间谍而已吗？没想到是一个妥妥的杀人机器。如果她昨晚想干掉我，就算我是假装熟睡过去，但以她现在的身手，简直可以杀自己100次。你属于哪个组织？中情局。于小娜凄美绝伦的眼睛不再看我，而是看向书记公主。 他是我们绵国王室的。绵国王室，妹妹，为了杀我，你真是处心积虑啊！竟然潜伏到南疆来了，可惜你这是自投罗网。公主殿下，你是说她是你的妹妹？这位于小娜小姐原名叫舒心，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。5年前我杀了她的母亲，本想彻底铲除他们老2家一脉，却被她逃过一劫。后来她流亡米国，加入中情局，现在是来报仇雪恨来了。这个蠢货！于小娜看着书记，只感觉满腔怒火。书记，有本事你现在杀了我，否则我一定为母亲报仇。杀你想得美！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书记说完就看向冈田。冈田，把舒心这个叛徒带回国，这个贱人极度危险，你们找钢丝过来，把他的锁骨穿起来再带回去。紧接着，冈田拿着钢丝来到于小娜身前，先阴狠地扇了她一巴掌。贱人，回去准备在水牢里待一辈子吧。冈田拿着钢丝，准备穿透于小娜性感的锁骨，将她抓回绵国。等一下，这个人你们不能带走。混账！你一个普通护卫，有什么资格向我们说这种话？冈田不管我的劝阻，打算继续用铁丝穿透于小娜的锁骨。我他妈劝你最好住手，耳朵聋是吧？护卫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冈田的眼神也开始正视起了我，手已经缓慢伸向后腰，准备拔枪。按照夏国刑法，于小娜是在夏国领土上实施的犯罪，管辖权归夏国所有。这叫做属地管辖，所以应该由我们特勤局带走审查。可是他是绵国人，他意图刺杀书记公主，我们也有管辖权。他还是绵国人吗？你们自己都说了，他是个叛国者。一个绵国叛国者怎么会具有绵国公民身份？从法理上讲，你们根本无权在我们领土上抓人。我寸履不让，对着冈田根本答不上来，现场的火药味几乎爆棚。好，你跟我谈法律是吧？那我就跟你讲讲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律。冈田说完，迅速从后腰掏出配枪，顶住于小娜的脑壳。既然不让我带走，那我现在就击毙他。你他妈敢动他，我保证不让你活着离开南疆。你不是跟我谈法律吗？根据国际法，我有外交豁免权。我现在击毙这个叛徒，你们特勤局对我也没管辖权，这没毛病吧？冈田始终不听劝，但下一秒我的逆天操作让他彻底傻眼。毛病是没毛病，但是当过卧底的朋友都知道，要是自己的女人马上就要被人枪决，你就可以直接用刀挟持对方的公主。你特么要是敢动于小娜，我就嘎了你们公主！混账东西，你不是跟我谈法律吗？我特么现在又不想谈了。冈田万万没想到夏国一个小小的护卫竟然如此大胆。不想死的话，赶紧给我放了公主！我他妈劝你最好别用枪对着我，这是对你生命不负责任。别废话，我数到3，再不放开公主，我毙了你！1、2、
我也数到3，咱们同时出手，看是书记先死，还是我先死。妈呀！而此时刚调整完新安保方案的冷凝，正在不远处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他简直被气疯了。这个烂人到哪都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。3号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要死啊！赶紧放了书记公主。冷教官，咱们夏国现在虽然穷了点，但是刑事案件管辖权不容受侵犯，更他妈容不得一个小国侵犯。挂掉冷凝的电话后，我对着身后的几个特勤喊道：兄弟们都愣着干什么？把刺客带走审查，难道眼睁睁看着人家骑到我们头上拉屎啊？紧接着几名特勤直接过去扶起于小娜，而冈田无比不甘，还想阻拦。冈田，你这老东西最好别动，否则我手一哆嗦，公主可能就没了。小子，我记住你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本大爷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叫我常山赵子龙就行。于小娜被几个特勤押走后，我便放开了书记公主，冈田也愤怒地收回了武器。我现在就去找你们的组长交涉，你给我等着吧，小子。随便，我是依法办事，有理走遍天下，啥都不怕。冈田哼的一声，连未来的老婆都不管了，就怒气冲冲地去找冷凝，而公主的眼睛简直快要喷出3味真火。你个小小的护卫，你怎么敢的？他喵的，这次闯祸闯大了！尊贵的公主殿下，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误会。误会？你手里的是玩具刀吗？我生平还是第一次被人用刀抵着脖子。公主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刚才我就是装个逼而已，不会真的干你的。滚开！我不想听你解释。公主殿下呀，你祖籍不是南疆吗？其实我也是南疆人，2里河村的。说起来，我们2家可能还有亲戚。亲戚你个鬼啊！我要回酒店，我要控告你！书记公主说完，火锅都不吃了，就打算回酒店。然而刚走了2步，一个曾经想要我命的刺客突然出现。不好，公主等一下，有危险！有什么危险？我看这里最危险的就是你了。安米，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注意注意，各位提高警惕，严密监控1级危险人物安敏，若有异动，立刻狙杀。随着冷凝的一声令下，安保形势立刻进入到千钧一发的紧张状态。他喵的，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？但好像是我想多了，安米啥也没干的从公主身边走了过去，既不掏枪也不进攻。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非常不对劲。安米这样一个作战高手，而且是一个强悍的狙击手，怎么可能这么近距离的公然出现在公主所在的地方？下一秒我就反应了过来，不对，他只是个诱饵。紧接着我左看右看，突然一道微弱的光芒从我眼睛一闪而逝。1号护卫。宋从容反应迅速，不管3七21，立刻扑向书记公主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远处一声悠扬的狙击枪声响起。经常当卧底的朋友都知道，要是卧底都左看看右瞄瞄，那就一定会发生很不好的事情。突然一道微弱的光芒从我眼睛一闪而逝，不好！1号护卫。宋从容反应迅速，立刻扑向书记公主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远处一声悠扬的狙击枪声响起。我操！如果不是3炮的及时发现，估计书记公主已经被打成肉末了。妈的，竟然是巴雷特重型反器材狙击枪！老周，你听我说，待会不管发生什么，一有机会你就带着公主跟宋从容先跑。可是你别可是了，一切先听给我的。只见宋从容用自己的身体死死护住书记公主，但是我知道面对巴雷特这种变态狙击枪，这样的防护还远远不够。随后我直接一个猛扑在宋从容身上，果然下一秒自己的2枪加起来才用了0.9秒，竟然全被他防住了。夏国什么时候出现这么顶级的护卫了？接下来这一枪看你们拿什么防守。而此时的冷凝也找到了这个狙击手的位置，这一枪必须狙杀对方，最不济也要将火力吸引到自己这里来，这样才能给他们赢得救护空间。冷凝拉动枪栓，准备狙毙对方，但就是因为这一枪拉栓的声音，对面的狙击手直接用听声辨位捕捉到了冷凝的位置。不好，这里竟然还有其他高手。思绪只在电光火时间，他仅用0.5米，直接一个甩狙。教官小心！观察手发现对方的枪口冲着这边而来，立刻扑到冷凝身上。你们是吧？快醒醒，别睡觉！而这位强大的狙击手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位置，于是果断放弃狙击，沉稳快速地撤离了现场。另一边，书记看着浑身是血倒地不起的我，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刚才他还拿刀架着我的脖子，但是几秒钟之后，他就用血肉之躯为我挡住了死神。如果没有他，我现在已经是冰冷的尸体了。公主，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，快先跟我们走，这里很危险。现在最新情况怎么样？一名中情局杀手近身刺杀，被警方抽调来的那名护卫化解了。确定是中情局派的人吧？杀手是名国流网在外的2小姐舒心，现在的身份肯定是中情局的身份，是不是接受中情局的派遣还不清楚。人控制住了吗？控制住了。棉方在现场要把杀手带回国，但是警方那名护卫坚决不同意，把人给扣下了。干得漂亮！
人在我们手里，我们可以多挖点关于中情局的情报，交给他们绵国，无非是多了一具尸体而已。立刻通知下去，组织审讯突破。是，不过当时在交涉过程中发生了点意外，警方那名特勤用枪指着淑姬公主的脑袋，威胁要爆她的头，差点引起双方警卫人员火拼。2号有点愣住的看着帝都恩师，你们的人路子都这么野的吗？做卧底做习惯了，可能一时半会角色没转换过来，当成黑帮火拼了。紧接着秘书耳麦传来一阵声响，瞬间让他汗流浃背。长官，又发生了一轮刺杀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现场有狙击手，而且实力恐怖如斯。公主的安全怎么样？公主倒没什么事，但我们这边那个叫3炮的人好像牺牲了。什么？超级卧底为了拯救美女公主，竟硬生生扛下。而我上级的上级听到我的死讯后，伤心的咳出2口20年的老鱼痰。老虎，对不起，让你损失一名爱将。咱们每个人不都随时准备着为国家安全牺牲自己的生命吗？他死的其所。这次刺杀发生的太蹊跷了，一定是我们这边出现了内鬼。紧接着2号长官看了看内务部的金主管，金主管，1个月前我们就发生了特勤信息被泄密的事件，我叫你们内务部严格排查，你一直拿不出结果了。今天看到了吧？被反噬了吧？我希望你在24小时之内抓住内鬼，否则你就把辞职报告给我交上来吧。是。暗杀失败了，连续2枪都被一名护卫防住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也太巧合了吧！哪来的巧合？最强大的情报支援，最精细的步骤计算，世界排名第2的超级狙击手，连安米这样的高手都只能当诱饵，只差0.01秒。哪怕那名护卫反应慢上0.01秒，我们第1枪就成功。虽然刺杀失败了，但是起码除掉了这名顶级护卫，否则他的存在会对我们构成巨大威胁。不，根据狙击手带回来的数据，他判断那个护卫可能没死。不能吧？巴雷特可是反器材重型狙击枪，直升机的防护都能打得穿。狙击手说子弹很可能没有正面撞击到他，而是打透防弹衣后擦身而过，死亡概率变得小多了。那太可惜了。你们要好好调查一下那名护卫的身份，这样顶尖的人物，要么成为我们的人，要么就别做人。撤。你们那名死了的护卫竟然敢用枪指着我们公主，这是在挑衅我们。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冈田这个傻狗在疯狂咆哮，而书记公主却在病床上静静的没说话。刚才不顾一切用自己身体为我挡子弹的护卫真的死了吗？这一切对书记的冲击真的很大，他好像对我有了好感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一阵骚动响起，只见一个浑身是伤的男人走了进来。你伤得很重，赶紧躺下来检查一下身体。公主要亲自为我检查身体吗？放肆！你个小小的护卫，还轮不到公主亲自为你检查。冈田像吃了疯狗哥一样向我咆哮，虽然我身受重伤，但我就是不惯人。确认公主的安全后，我离开了医院。于小娜关在哪了？我要见她。你还活着？你巴雷特狙击枪下竟然穿了2件防弹背心，枪线偏了，从我后背切过去了，先掉一块肉而已，小伤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大男孩，擦干你的眼泪，待会有你哭的时候。眼泪现在省着点用吧你。于小娜关押在2楼的羁押室里，现在还没开始审，给你20分钟。完了，我们还要开会布置接下来的安保方案。好。于小娜你好，我是特勤局的3炮，我想跟你谈一下。别装了，你以为你换了个黄毛，皮肤晒黑了，我就不认识你了吗？我知道你是马小六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是不是早就认出我来了？于小娜亲历绝伦的美目，静静地看着我。昨天晚上2个人还在一起相拥而眠，今天就变成你死我活的对手。你自己是干这一行的，应该懂这行的规矩。你不一定能扛得住特勤局的审讯，哪怕是扛住了，基本上人也废了。你把底料给我吧，省得大家为难。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我到南疆只有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监视桑家兄弟，而刺杀书记纯属我个人行为，跟中情局无关。你要想从我身上查询中情局的架构，那要让你失望了。能不能说点我想知道的？当年我流亡到中情局，只接受杀人训练和商业情报训练，政治暗杀任务我碰不着，也不知道他们的组织脉络。看来跟自己的判断一样，只要不是政治暗杀，就有的救。你这个女人是不是傻？书记身边防卫重重，你单兵怎么可能杀得了他？我试图骂醒于小娜，但她的美目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本来也没准备刺杀他，毕竟都过去5年了，心里的仇恨已经淡了很多。那你还那么冲动？跟你在一起的这些日子，我从你身上感受到了很强烈的安全，这种安全感让我想安定下来，全心全意做你背后的女人。
你应该早点跟我坦诚的。原来你什么都知道，只是故意在帮我传递情报而已。我本来想杀了书姬，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。要是我被杀了，也就此结束这漂泊的一生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但我还有另一个故事，你要听吗？要，你所有故事人家都想听。那我可真说了。快点，我待会还有个会议呢。我怀上了你的孩子啊！